当你流落至一个荒岛，只有一个干啥啥不会的笑话，你是抛下他独自生存，还是带着他一起创造出一个民族？我活下来了吗？幸亏当初心血来潮买了把德爷同款匕首，有了这些椰子，应该能撑到搜救队过来。检测宿主苏醒，请问是否打开新手礼包？系统，传说中的系统。恭喜宿主获得常见植物大全和常见动物大全。这特么是在逗我！新手礼包就是2本书，谁家好人在荒岛上还有时间啃书本啊？礼包物品开始下发。什么情况？怎么感觉脑子里多了不少奇奇怪怪的知识？我操！原来系统送的书可以直接植入我的脑海里，简直是屌爆了呀！这岛上还有其他人？救命啊！校花叶林，你是？先把衣服穿上吧。你闭上眼睛，不许看。本想进林子把身上的衣服晾干，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丢死人了。这人倒挺正直，刚才还救了我。不过我就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嘛，看都不看一眼，走的也太干脆了吧。哼！刚才真是谢谢你了。我叫叶林，是交大的学生。秦风也是交大学生。你也是沉船遇难者吗？太好了，我终于遇到同伴了。太酸爽了，渴死我了。喝的比我还多，女人还真是水做的。你身上有手机、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吗？没有，我被冲到岸上的时候，身上什么也没了。不过没关系，这次游轮出事，上千人遇难，这么大的事情，外界肯定会派出救援队。只要我们2人一直等在这里，就有获救的希望。而且，你听过我们学长王小贤的事情吗？他和几位学姐也是意外遇难，然后过了3年都安全回来了。当然听过，小贤学长可是我的偶像呢。对吧？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像学长学姐他们一样安全获救的，说不定救援队已经出发了。没错，不过在此之前，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最好提前准备好在这里过夜的火堆，用以驱赶虫蛇。可我们怎么生火呀？难道像电视里一样钻木取火？钻木取火要有技巧的，像我们这样的生手估计是不行的。咱们去沙滩上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打火机之类有用的物品，说不定会有一些游轮上的物资被冲到了这里。对耶，那快走吧。这沙滩也过分干净了吧，没有一丝人类的痕迹，就像这岛屿是与世隔绝一般。还以为是个什么好东西，原来是个塑料瓶，还是扔了吧。快放下那个瓶子。一个塑料瓶而已，有什么好激动的？等会你就知道了。秦风，你也太厉害了，居然用塑料瓶就给火点着了，太神奇了。嘿嘿，秦风小课堂开课了。带有水的塑料瓶在一定角度下将成为一面放大镜，将透过的光线聚焦在一起，可以点燃枯枝败叶。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平均每年的森林火灾高达20多万次，而在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人为造成的，自然火灾仅占1%。所以，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在户外一定不要将塑料瓶乱丢哦。哇，秦风，你懂得可真多呀！还好，主要我也是个求生迷，平时就喜欢看德爷的视频，倒是学了不少求生知识，没想到如今还真的用上了。你说救援队要多久才能找到我们？我们会不会饿死在这里？你今天自己也说了，救援队要3天时间才能找到这里，就算这个时间有出入，也绝对不会超过1周。至于食物问题，这里椰子这么多，就算只喝椰汁，我们也能撑到1周。你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唉，那就好。你拿着它干什么？你猜？你这是在干什么？别告诉我你打算把它烤来吃。恭喜你答对了，开心吗？有肉吃。我叶林就算是饿死，死在这里被海水淹死，我也不会吃你一口蛇肉。这蛇肉外酥里嫩，简直太美味了，好吃，太好吃了。哼，怎么了？我就吃了，有意见吗？没有，您请。香吗？真香。还好获得了一个系统能够辨识这蛇无毒，否则今晚怕是得饿肚子了。说起来那系统无缘无故就关闭了，也不知道怎么开启。宿主燃起篝火，获得100积分。你怎么了？没什么，有只小虫子掉到衣服里去了。难道这系统只有我能看到？
吓死我了，还以为遇到什么危险了。系统的事情我得暂时保密，跟叶林才认识1天，要是被他泄露出去，到时候我不得被当成小白鼠给切骗了。想到这，既然系统只有自己能看得见，秦风当即就研究起系统来，很快就明白积分可以兑换各种知识与技能。虽然打着马赛克，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本书好厉害的样子。吃完小烧烤后，疲惫1天的2人也很快睡着了。可到了半夜，气温骤降，秦风被生生冻醒了。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变冷了？不好！叶林，醒醒，快醒醒！你要干什么？你别误会，我只是……本以为你品性正直，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不是，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你别想乱来，虽然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不想被冻死的话，我劝你过来烤火。听到秦风这么说，叶林这才感觉到身体的寒冷，于是也来到火堆旁烤起火来。可是2人仍旧感觉到越来越冷。叶林，干嘛？现在的温度太低，我们怕是会有冻死的危险。我建议我们最好还是相拥取暖，这样才能熬过这个夜晚。不要，你想都不要想。即便有篝火，手脚还是冷得近乎麻木。难道真的要和秦风抱在一起才能扛过这夜晚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一个男生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如果没有秦风的话，现在连篝火都没有，豁出去了。只见叶林猛地站了起来，然后在秦风诧异的眼光中开始脱掉自己的衣服。你闭上眼睛，不许看！与校花意外流落荒岛，谁知校花竟当里面脱起了衣服，阁下该如何应对？你脱衣服干嘛？电视里男女主角不都是这样取暖的吗？那个，其实我们2个衣服这么单薄，完全没那个必要。那我抱你喽。好暖和。秦风，快看，天亮了。快，海水退潮了，咱们去抓海鲜去。这么多海货，今天的早餐有着落了。太棒了，昨晚就没吃饱，一会我要饱餐一顿。不行，你得少吃一点。哼，凭什么？这里有一半都是我抓来的。螃蟹性寒，多吃会引起肠胃不适。好香啊，要再有点调料就好了。今晚我们不能继续留在沙滩上过夜了，我们得进入森林建造一个营地，用以抵挡寒风。森林？对，昨晚的气温你也体验过了。若是今晚继续待在这里，就算不冻死，也得冻个半残。在沙滩上建营地不好吗？树林里物资要丰富一些，有足够的材料搭建营地不说，我们或许还能在里面找到可以吃的食物。好吧，听你的。出发前我们得准备好充足的淡水，除此之外还要留下求救信号，免得错过搜救队。秦风，还差一点，你再垫垫脚。啊，好。我去，粉色小熊。秦风，你怎么没动静啊？这就点。秦风将之前的瓶子装满椰子水后，又在沙滩上留下了求救信号，2人这才向树林中走去。可2人在树林中走了1个多小时后，还是一无所获。秦风，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我看你这一路上时不时就看看低矮的灌木。还记得昨天你遇到的蛇吗？那条蛇的名字叫赤脸华油蛇，一般生活在淡水中，偶尔会上岸捕食。你的意思，这附近有淡水资源？恭喜你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品。可是森林这么大，你知道淡水在哪儿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在碰运气。嘿嘿，我可不是瞎找。真的吗？你真的知道在哪儿？秦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这个声音难道是？秦风，水，我们找到水源了。怎么样？我说肯定能找得到吧。秦风，你太厉害了。走吧。好不容易找到水源，我们要去哪里？不在河边搭建营地吗？离水源太近的话，很容易遇上饮水的野兽，而且下雨的话，溪流还有可能漫上两岸。2人又在附近寻找了一番，终于找到一块相对于宽阔的地方。就这了，我来负责生火和寻找适合搭建营地的木材，你去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宽大的植物叶子？没有的话，收集一些灌木的枝叶也行。好的。秦风先是找来一些树枝生起了火，然后想着自己曾看过德爷的视频，又去河边找了2块石头，通过相互撞击获得了一块相对锋利的石头，然后花了1下午的时间砍了一棵树和一些树枝。秦风，你回来了，快看我找到了什么！这么多的芭蕉叶，你是从哪里找到的？顺着河往下几百米的地方，我找到一片芭蕉地，不过那芭蕉树太高，我只能采集到下层的芭蕉叶。够了，这么多芭蕉叶够我们搭建营地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立刻，马上。这就是我们的营地，怎么只有一面啊？别小看这营地，虽然只有一面，但却是能够将来自篝火的热量反弹到我们身上。如此一来，宿主搭建垃圾营地，获得1000积分。如此一来怎么样？如此一来，我们全身都能感受到温暖。好啊，没想到我秦风竟然被一个系统给嘲笑了。我说，今晚我们轮流值班吧，毕竟森林里野兽比较多。
我去，坐着都能睡着。算了，今晚只能由我来守夜了。漫漫长夜，闲着也是闲着，不如编点麻绳吧，以后肯定用得着。你起得好早啊！咦，这些绳子哪里来的？是你编的？今晚轮到你守夜，不然我就办了你。啊，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困了。今晚你尽管睡，我来守夜。算了，还是轮着来吧。这货坐着都能睡着，我可不放心他来守一整晚。那个芭蕉地在哪个位置？顺着河流往下走几百米就到了。走，带我去看看。叶林，你快看这个。这是什么？好吃吗？你怎么知道这果子能吃？要是不能吃，你怎么可能会那么激动？这果子叫山莓，至于好不好吃，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好，好酸。山莓一般4月份才开始成熟，酸是正常的。运气不错，看样子早餐有着落了。这芭蕉皮还青着，吃起来会不会很苦涩？试试就知道了，看我的。饿了吧？来一根。哼，走开，又想拿我试毒。哎，本想展示一下绅士风度，女士优先，你却把我想得那么坏。我信你个鬼！是不是太生了？或许可以放一放再吃。这倒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这根本就不能吃，你自己看吧。我们平时吃的都是经过培育的品种，蕉肉里面的种子都已经退化，可这没经过培育的野生芭蕉，即便是成熟之后，芭蕉籽依然存在，根本不能吃。不能吃啊？芭蕉有什么好吃的？要吃就吃肉。肉？这哪来的肉？吃你吗？看我的！与校花意外流落荒岛，别人在野外都是3天饿9顿，可秦风却带着校花在荒岛上开启了舌尖上的美食。看，这就是芭蕉树上的肉。就这什么虫子？好吃吗？这个反应不对啊，怎么这么淡定？这叫芭蕉虫，其蕴含的蛋白质可是牛肉的6倍哦。要是能裹上一层面包糠炸至金黄，隔壁小孩都能馋哭了。可以吃了。好吃好吃，就像是在吃蟹膏一样，这可比蛇肉好吃多了呢。是，什么东西都好吃，不过你竟然没有抗拒芭蕉虫，我倒是很意外。现在街边小吃不是有炸虫子、蚂蚱、蝎子之类的，之前有吃过。叶林，你帮我把树皮绳拿过来。秦风，你疯了，把塑料瓶弄成这个样子。不弄成这样，怎么做捕鱼陷阱？捕鱼陷阱？对，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溪流中有不少的河鱼，我做的这个陷阱的进口呈喇叭形，鱼进去的时候是从大到小，很容易游进瓶内，出来时却是从小到大，容易被卡住，难以游出。宿主制作垃圾捕鱼陷阱，获得200积分。那我们平时要喝水怎么办？简单，用椰子壳，只要将烧过的高温石头放入装着水的椰子壳中，如此重复几次，水就会烧开了。原来如此，那我们要去一趟海滩了。不过在去之前，我们得把捕鱼陷阱给安置好。陷阱放好了，咱们去沙滩吧。等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你这一说，好像是有什么气味，还挺熟悉的。秦风，你看那里。这薄荷有驱蚊功效，我们挖点回去种在营地周围，这样就不怕被蚊子骚扰了。哇，那快多挖点。有了这些薄荷，今晚应该不会有蚊子了吧？休息一会吧，过了中午我们就去海边取之前的椰子。宿主制作食腐，获得200积分。又获得奖励了，难道我制作出用于求生的物品也能获得积分？这么说，商城里的那些商品指日可待了。杀千刀的，这特么是谁干的？难道这岛上还有其他人？从椰壳的断裂面看，这并不是人为打开的。难道是狮子、老虎一类的野兽？不，那2位大佬都是吃肉的，而且你听过吃椰子的野兽吗？虽然没有吃椰子的野兽，但吃椰子的生物倒是有。你是说椰子蟹？没错，找到了。哇，这椰子蟹好大只啊，得有7、8斤吧？走了。怎么走了？这椰子蟹是能吃的啊？你是不是傻？它不下来怎么抓？快，椰子蟹又要上去了。放心，吃了我的椰子可不能就这样算了。好邪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椰子蟹又摘了几个椰子下来。当椰子蟹打开一个椰子后，秦风立即将打开的椰子给夺了过来。无奈椰子蟹只好再去开另一个椰子。秦风照例在打开的时候再次夺了过来。没一会儿，几颗椰子全都让椰子蟹给免费打开了。原来是想找免费苦力，难怪刚才没有对椰子蟹下手。天色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看样子这溪流的鱼类资源蛮丰富的，抓到的鱼比预计的要多。
就是这瓶子太小了，不然肯定抓到更多的鱼。你先回营地休息，等我处理完这鱼就回去。好嘞。秦风将鱼都处理干净后，将鱼的内脏又放进瓶子里作为新的诱饵。宿主完成捕鱼达人任务，获得500积分。这就完成任务了，那岂不是说我现在也有2000积分，可以在商城里兑换物品了？不过还是先回去，晚上休息的时候再研究研究。这蟹肉太好吃了，味道甘甜，还有丝丝的椰香，幸亏抓了它，不然那3条小鱼根本都吃不饱。就目前捕鱼陷阱来说，还无法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生存任务还是搜寻食物。饱了饱了，这顿吃的太爽了。我先睡了，到午夜的时候记得叫我起来换班。交给我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野兽出现吧？走开，快走开！是我，是你啊！吓死我了，我还没叫你，你怎么自己醒了？你睡吧，接着我来守夜。你休息好了，要不下半夜也由我来守吧。饶了我吧，我可不想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给你一斧子把我开瓢了。好吧。正好来看看2000积分能兑换什么好东西。2000积分能兑换的就是眼前这几本书籍，感觉对荒野生存都很有帮助啊。可是我的积分只够兑换其中的一本。可恶，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想要啊！现在荒岛上工具匮乏，生产力严重低下，就先选它好了。商品开始下发。果然和预料中的一样，如果能将里面的物品全制作出来，别说1个月，就算是生活个1年半载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宿主第1次完成积分兑换商品，获得1次免费抽奖机会。轮盘上没有空格，也没有谢谢惠顾，这是必得一项奖品啊！看我一发入魂。我去，这可是上万积分的天赋，中头奖了！宿主是否立即体验？特么，只是一张体验卡，白激动了。秦风早啊！秦风，你去哪了？你醒了？秦风，下次你离开前跟我说一声好吧？好了，我下次注意。这不看你睡得太熟就没叫醒你，你还怕我丢下你不成？那个，我等会离开一下，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到溪流边去啊？为什么？哦，记得埋起来，别留有气味，千万不要污染水源。什么埋起来？我这是要去洗澡。哼！原来是洗澡呀，要去便去试了，搞得好像我会馋你身子一样。运气不错，发现了一些能吃的蘑菇。叶琳还没回来，这女人洗澡的时间也太长了点吧？不好，是叶琳。校花正在河里洗澡，男人却突然跳到了她的身边，甚至还将手伸进了水里。谁知校花不但不生气，反而露出了满脸的欣喜。怎么了？你没事吧？救命啊！有蛇！淡定点，这不是蛇，是黄鳝。黄鳝？对，黄鳝，无毒的。你给我走开！在这里等等叶琳吧，免得又出什么幺蛾子。正愁着今天的食物，现在好了，有着落了。不过这黄鳝也忒大了吧？看样子有1.5米了，难道是荒岛自然环境好的缘故？你洗好了？你一直盯着我看干嘛？看你漂亮呗。我先回营地了。哎呀，羞死个人了！讨厌的秦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来。黄鳝一般不会独自生活在一片水域内，看我把剩下的黄鳝一网打尽。你又抓了2条黄鳝，那岂不是说我们的食物问题解决了？你想多了，我找遍了那片水域，也只找到了这么多。那片水域应该是没有黄鳝了。你帮我拿着，我来做一个架子。现在就都烤了吗？我们吃不完的吧？我打算用烟熏的办法将黄鳝肉脱水杀菌，做成烟熏肉，方便保存。你还会这个呢？那是。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吗？看你一直在忙，我却在一旁闲坐着，怪不好意思的。我教你编织麻绳的方法，你来将营地内的树皮都编成麻绳。明天我们搭建另一面挡风墙。好。秦风教会叶琳编织麻绳后，又来到溪边收取捕鱼陷阱，想着这2天有黄鳝肉吃，秦风便在溪边用石头圈起了一小块，将捉来的鱼都放进去养了起来。这样等黄鳝肉吃完，应该也能存上一些鱼。好了吗？别急，等我加些山莓。我的天，这也太好吃了吧！那是舌尖上的荒岛不是吗？叶琳，快看我抓到了什么！哇，这么多兔子！我先去河边给兔子处理下。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忘了女人向来对可爱的动物没什么抵抗力，要吃也要养大养肥了再吃，这样肉多一点。这展开方式不对啊。那今晚就先吃大的，小的先养着，好好养着。兔子肉好腥啊！那你吃烤鱼吧，把兔子肉给我。还真是腥啊！本以为处理过后会好些，没想到腥味依然直窜脑门。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你忘了，明天就是第7天，最后一天了。原来他一直惦记着救援队的事。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难道你不开心吗？开心开心，看来今晚得做好准备了。我们都要走了，你不把野兔放回大自然？你以为那个木笼子能关得住他们吗？只是我们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已，不然分分钟给你啃掉。那就好。搜救队还没到，看样子我们得等一会儿了。都等了那么久，也不差这点时间。说的也是，那就坐在这里慢慢等吧。看样子又得在这沙滩上过夜了，得准备好过夜的木材和充饥的椰子。秦风，搜救队来得好慢啊，都快晚上了，怎么会呢？是不是我记错了？明天才是第7天，是搜救队把我们忘了，还是说已经放弃了我们？叶林，难道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吗？叶林，你冷静点。不会的，秦风，你告诉我，不会的，对不对？不会的，不会这样的。你干什么？你打疼我了？哭吧，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搜救队不会来了，再也不会来了。没事没事，搜救队不来就不来了，这不是还有我吗？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我？昨晚谢谢你了。既然知道我那一巴掌的用意，那你这巴掌是什么意思啊？你打我一巴掌，我还你一巴掌，天经地义。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再说一遍。我记得之前这个时候就该退潮了，现在怎么还不见一点动静？海水退潮的时间又不是固定的，一般来说，第2天退潮时间都会比前一天晚48分钟。从我们来到荒岛上来算，现在已经过去了6天时间，也就是说，还要等上2坤小时左右才会退潮。再等等吧，赶完潮我们再回去。这都过了1周了，你说搜救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里？说起来，我好像从某些书籍中看到过，事故失踪人员满2年后，法律方面就可以宣告死亡。一般来说，若是1个月内搜救队还找不到我们，对我们的搜救力度就会减弱，甚至放弃搜救。能不能说点吉利话？不过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忘记小贤学长了？没错，大不了我们自己造条船。看来昨晚那一巴掌还是有用的。还好回来的早，不然这一笼兔子还真的要逃了。这小兔子就这么厉害，要是大兔子的话，怕是早就已经逃了吧。叶林，你看一下这些兔子，别让它们跑了，我来生火。秦风，海鲜熟了，快来吃吧。对了，吃剩的贝壳记得收集起来，别扔掉。有什么用吗？暂时用不上，但没准以后用得着。今天带回的海鲜大概只够吃2天，看来明天得找别的食物来源了。这就吃饱了。困了，我先睡了，记得午夜叫我。好，因为我秦风昨晚一整晚都没睡吧。天亮了。你醒了？昨天半夜你怎么没叫我换班？看你睡得太死，就没好意思叫，想让你好好休息一晚。今天你就好好休息吧，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今天退潮的时间是在中午1点左右，在那之前去找其他资源吧。秦风一直在树林里找了2个小时，可还是什么有用的资源都没找到。算算时间，现在就去沙滩吧，免得错过了退潮的时间。那个是与校花流落荒岛，秦风不但带着校花开启了舌尖上的荒岛，甚至还带着校花做起了剧烈运动。秦风，你回来啦！这烤鱼是你准备的？怕你回来的晚，所以就提前准备了，赶紧过来吃，鱼都快凉了。这是什么？木炭吗？这鱼有什么问题吗？你怎么不吃啊？这有点烫，我等凉一点再吃。还是不要打击它积极性了吧，或许这鱼只是看起来难吃而已，没准味道不错。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哦，这个味道简直太刺激了。真的吗？那我也尝尝看。全部烤焦了，鱼肉发苦，好难吃。哈哈，成功了，差点没把我憋死。对不起，我把那么珍贵的食物给浪费了。浪费说不上，就是烤焦了点，下次注意点就行。你吃扇贝吧，把鱼给我。不，我也要吃。吃完晚饭后，秦风利用砍来的竹子做了一个捕鱼地笼和2个水壶，并成功获得了500积分。第2天，2人一起来到了那片竹林。
这竹林未免也太大了点，一眼看不到尽头。是吧？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被惊到了。寻找竹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记住，不管能否找得到竹笋，在下午之前，你一定要返回这里汇合。我们回营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放心吧，就算你不说，我也不敢走太远。竹笋，你快出来！找到了，这么多的竹笋，应该够吃上一段时间了吧？什么声音？野猪！冷静，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绝不能惊到这群野猪，得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秦风，这个竹林绝对不能继续待下去了。秦风，这么快就回来了？野猪，那边有一群野猪。你说你遇到了野猪，你确定没有看错？我看得清清楚楚，在那边大概有7、8只，现在正往这个方向前进。走，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该死，没想到这边也有野猪，回去的路被挡住了。被发现了，快跑！好累，快要跑不动了，怎么办？要死在这里了吗？就算是死，也绝对不能连累秦风。我跑不动了，你快走，我只是个累赘，你别管我。尼玛，脑残剧看多了吧？秦风，你快走！闭嘴！既然跑不过，干脆就豁出去了，拼一把！村里的老猎户曾经说过，独狼群猪，不足为惧。狼虽然可怕，但那是成群结队的情况下，若是单独一只狼，会因为同伴不在身边而感到害怕，从而没办法发挥原有的力量。野猪则恰恰相反，成群结队的时候特别怂，谁也不想当出头鸟受伤吃亏，反而一下就走。成啊，恐吓起作用了，就差最后一步。没这个胆子过来，就特么的给爸爸滚开！不行，腿都软了。秦风，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还好，没事没事。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等我捡回师傅就立即返回营地。怎么还有一只野猪在这里？原来受伤了，这才没有逃走。这下完了，野猪落单时会处于一个受惊的状态，极易狂暴，一旦觉得自己面临危险，就会以命相搏。我去你大爷的！你先原路返回营地，快！很好，成功的将野猪引到这边来了。接下来就是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迅捷猎豹体验卡使用成功，时效期1天。没想到这天赋竟然要消耗这么大量的体力，不行了，再这么跑下去，我怕是会力竭而死。应该甩掉了那野猪了吧？这动静，该不会是野猪跟上来了吧？得赶紧藏起来，免得被发现了。难道说野猪是通过气味找到这里的？糟了，被发现了！还好是一头公猪，爬不上来。照这情况，不出半小时，这树就会被推倒。看样子是身上的伤口大量出血，已经让野猪没了气力。这野猪大概有200斤重，若是能将其杀死，做成熏肉的话，少说也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或许我能趁他病，要他命。你过来呀！快，我得再快点。你把灰烬包起来干什么？要是再遇上野猪，我就把这灰烬包往他们脸上扔去，借此迷住他们的眼睛，趁机逃跑。那你这是打算再回竹林？我必须把秦风找回来。那你没这个机会了。你回来这么早，好歹也把地笼里的鱼给收一下吧。秦风，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你看我像是受伤的样子吗？我好怕你回不来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全身怎么湿哒哒的？洗澡了？这就说来话长了。在我引开那头野猪后，那什么，我等会跟你说。又不是什么青涩懵懂的初高中生，你还会害羞啊？把衣服脱了吧，放到篝火旁晾干，晚上气温低，可别感冒了。叶林，怎么了？与校花意外流落荒岛，并且岛上只有你们2个人，你是愿意和校花在岛上创造出一个民族，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到现实社会？
秦风，你真把那野猪宰了？这4条大猪蹄子都是从野猪身上割下来的，够我们吃上1个星期了吧？省着点吃的话，吃上大半个月都没问题。这白花花的肉是什么？看起来好油腻。那是猪板油，你不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这是用来熬制猪油的就行了。熬制猪油？我们没有锅吧？没有的话，自己做不就行了？想不想玩泥巴？你先在一旁看着，我给你演示一遍怎么捏制泥陶。在做泥陶之前，先用适量的泥料做成底座，然后根据所做物品所需要的厚度和大小，将泥料搓成大小均匀的泥条。接着将泥条围着底座一条条盘绕，最后就大功告成。你捏的东西好像……不是，你想歪了。泥料很软，所以在塑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就会像刚才一样做成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什么，方法我已经教给你了，你自己也试试看吧。好的。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小的碗我还做不出来。完美，看来这东西也不是那么难嘛。叶林，你做的怎么样了？失败了也没关系，一开始都这样，多试几次就……我操！做了几个，但都不是很满意。卧槽，他居然是先天泥巴圣体，原来小丑是我自己。其实你不用要求那么高，能用就行了。陶碗我就先不做了，你试试能不能做出烹饪用的陶锅，我去起窑。以后这种手工活就交给叶林吧，我还是不自讨苦吃了。要多大的？和平时家用的一样大小就行，太大了不容易烧制。秦风将叶灵做好的先拿去一旁风干，然后开始制作起土窑，直到傍晚才做完一个雏形。第二天一早，秦风便开始对前一天做好的泥胚进行烧制。这个大概要烧多长时间？像我们这种粗制的陶器，一般需要烧制5个小时左右。这么久，那岂不是要等到下午？忘了告诉你，如果烧制成功的话，陶瓷必须冷却1个晚上的时间后才能使用。如果什么意思？烧制陶器可不是扔到火里面那么简单，在烧制的时候，温度和时间都要视情况而定，若是控制不好，就会出现诸如陶器开裂、变形等情况出现，所以你就多捏点泥陶作为备用吧。就我一个人吗？烧窑的时候得保持窑内的温度，所以我得在这里看着。而且这种事我相信对你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捏制泥陶的事情就尽管交给我吧。3个成了1个，我这一上午是烧了个寂寞。秦风搜索了下脑海里的知识，将那些碎裂的陶器研磨成粉，加入泥料中，果然大大提升了烧制的成功率。第二天，秦风便用制好的大锅炼制了猪油以及肥皂。肥皂的制作成功可给叶灵开心坏了。之后，秦风又花费了1天时间制作出了2张工片。秦风，打雷了！快把野猪腿和受精用罐子装起来封好，免得被水汽打湿了发霉。还有那肥皂也一样。也不知道这雨要下多久。从这雨势来看，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停，没准会下到明天。秦风，你莫不是个隐藏的学霸？这话怎么说？能利用学过的东西做出肥皂来，不是学霸是什么？徘徊在及格线的学渣罢了，只是喜欢看一些杂书而已。一个人的知识是无法用分数衡量的，用成绩衡量一个人，无疑是片面。你爸妈很看重成绩。唉，天下爸妈都一个样。什么声音？这个声音难道说……叶林，快醒醒，别睡了。吃早饭了吗？秦风，你在干什么？别问，等会再跟你解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帮我把木桩给推倒。秦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先别说话。吓死我了，还以为是什么凶猛的野兽。来了。野猪。果然没听错，那就是野猪群奔跑时的动静。不过这野猪群的数量也未免太多了点，足足有20几头。那2只野猪待在这不走了？不用害怕，它们上不来的。还好下雨天把气味给冲走了，否则的话，怕是要被这2头野猪发现。秦风，快看，它们是死了吗？看着不像，应该还有呼吸。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之前那头野猪一样撞出来的。若是真的濒死，我完全能够用匕首将这2头野猪解决。不过现在暂时不能冒险。说起来，也不知道这2头野猪遭遇了什么，身上的伤口竟然如此狰狞，好似被巨大的鞭子给抽中一样。体温被雨水带走，我和叶林的体温都降到了极点，再这么下去肯定会被冻死。也不知道这2头野猪什么时候会离开，必须得想办法。等下我会将我的鞋子扔出去，若是这2头野猪被吸引过去，我们就趁机离开这里。那2头野猪离开了。离开了。我先下去，然后我接你下来。我准备好了，跳下来吧，我会接住你的。那我跳了。卧槽！我差点要被你给捂死了。
宿主完成危险的雨夜任务，获得3000积分。3000积分？你说什么？我有说什么吗？你听错了吧？哦，还好你把木棚提前放倒，避免了正面冲击，否则肯定会被那群野猪撞得支离破碎。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骨架断了，得抽时间更换才行。不过就当前的情况，还算凑合吧。还好你们这些小可爱没事，要是跑了，可就吃不到了。你不要一脸灿烂的说着这么恐怖的事情好吧？营地里存放的木材都被雨水打湿了，希望这太阳把它们晒干才好。我得抓紧把弓给做出来，这样就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把你的内衣给我脱下来。不要，衣服一起洗能省点肥皂啊。不要，唯独内衣不可以。好吧，那随便你喽。今晚那群野猪不会再来了吧？来也无所谓，那么大的动静，我们完全能够提前避开。今晚你先睡吧，我看着上半夜。那你后半夜记得叫我哦。待叶灵睡着后，秦风利用脑海里的方法，成功的制作出了一张竹弓和几根箭矢，同时获得了系统奖励的2000积分。现在总共有11000积分，可以购买天赋了。目前能兑换得起的天赋有2个，迅捷猎豹体验过一次，是增加速度的天赋，相当于一个保命的技能，但消耗的体力太大，无法长时间使用。若是遇到如同野猪那种不死不休还能追踪气味的野兽，即便跑得再快，也只是徒劳的挣扎，最后还是会被追上。力大如牛，顾名思义，应该是得到巨大的力量。如果得到这天赋，再遇到野猪的话，我完全能够对着刚。不过这只能一挑一，若是遇上野猪群的话，那就是双拳难敌众猪头，死路一条。不过我现在有了竹弓，倒是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还是先选择迅捷猎豹吧。想到这，秦风立即选择兑换迅捷猎豹天赋，顿时一股神奇的力量涌入秦风的身体。是我的错觉吗？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变得坚韧不少，而且浑身充满舒爽感，身体的疲惫一扫而空。第二天，秦风与叶灵将营地给重新修整一番，那些被野猪撞碎的陶器也重新炼制了一批。秦风也抽空练习了下射箭的准头。第3天，秦风再次来到那个竹林外围，准备采集一些竹笋。这个声音，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种山鸡虽然没见过，不过颜色倒是挺漂亮的。今晚有鸡汤喝了。或许我应该再接近点，这距离应该差不多了。Yes， 终于中了。这就给射完了呀？算了，3只野鸡也够吃上几顿了。不愧是野鸡界中的傻狍子，这反射弧未免也太长了点。好了吗？简直太香了。好了好了，这鸡汤实在是太鲜美了。要是有点盐的话就更好了。如果有盐的话，鸡汤会更好喝吧？大概吧。啊，忘了，在这荒岛上怎么可能会有盐呢？要是有盐就好了，不仅能让食物更美味，还能提供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别叨叨了，我们明天就去沙滩制盐。真的吗？那可说好了哦。这一大锅的海水烧干还需要不少的时间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搜寻一下物资什么的。你自己去吧，如果没啥东西的话，在附近逛逛也行。那你呢？我打算做个日晷，有了日晷，我们就能够知道时间，可以更好的安排每天的时间了。日晷太好了，那我也来帮忙。在秦风的指导下，两人没多久就成功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日晷。随后，秦风又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过滤器，用来过滤盐中的杂质。到了晚饭时，叶灵终于吃上了心心念的加盐鸡汤。这鸡汤也太美味了吧！你这反应也太夸张了吧！切，你不懂。对，你懂就行了。说起来，我们来到这荒岛有多久了？算上今天的话，已经有22天了。快1个月了呢。秦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要制造船吧？你打算要造条什么样的船？想要横渡大海，最差也得是条渔船，但在那之前，我们得把当下的生活质量提高上去。就我和叶灵2个人来说，想要打造一艘渔船，所需的时间肯定要以年为单位，为此得先改善了生活环境，只有舒服了，才有多余的精力去做其他事情。那先把这木棚换成坚固点的，比如竹房或者木头房子什么的。下一次再遇到野兽的时候，我们也有藏身的地方，不用狼狈逃窜。而且我们还得将营地挪个地方。迁移营地？为什么？现在的地方虽然还算宽敞，但周围树木密集，容易遭遇到野兽。当初我们是时间紧迫，这才不得已再次扎营。可现在吃喝的问题已经解决，时间充裕，是时候换个更好的居住环境了。这适合营地的地点还真不是一般难找啊！已经找了4天了，却连一个备选地点都没有找到。
这边的光线似乎要强烈点，难道是要快到森林边缘了？不知道出了林子会见到什么，这倒是蛮让人期待的。这片草原和周围的树林隔开，视野开阔，乃是搭建营地的最佳地点啊！还有一个山洞，这山洞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野兽，如果有的话，得想办法处理掉才行。看不清山洞里的情况，先用箭矢探一探吧。只传来箭矢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不见其他动静，看来这山洞应该是空的。这山洞里好宽敞，如果不滴水的话，倒是个居住的绝佳场所。这是动物的骨头，这并非是无主之洞，而且从这满地的骸骨来看，这洞穴的主人绝对是一头凶兽。我快不行了，快好了，坚持住。我操，这是国宝大熊猫？不对，这货的脑袋是黑白相间的，而大熊猫脑袋却是白的，只有眼睛部分是黑的，难道是亚种？看样子它并没有发现我，估计嗅觉并不灵敏，看来想要占领那个山洞，就必须将这家伙给解决了。我操，这家伙的皮是有多厚，木剑根本就破不了防啊！换石质剑试试。我尼玛，这脑袋怕不是24K 狗头合金做的？好在它的速度并不快，我还是先回去想想办法吧。熊猫，那不是国宝吗？要不还是算了吧，我们可以找别的地方，连弓箭都对付不了，这太危险了。也不一定是国宝，那货长得跟熊猫还是有区别的。放心，大不了打不过跑就是了。你想好对策了？我这皮带扣钮是铁做的，我打算把它给化了，用来做箭头。可这最多只能做出2枚箭头吧？用麻绳系在箭尾，这样一来，射出去的箭矢便能够将其拉回，如此重复，2枚箭头应该够用了。秦风花费半天时间做出了一个古风式风箱，叶灵则是做出了2个箭头模具，两人费尽9牛2虎之力，终于成功的制作出了2个铁质箭头。宿主制作铁质箭头，获得500积分。可惜没有足够的铁，不然来上几十只箭矢加上天赋，1天就能把那只熊猫解决掉。之前日晷和海盐的积分加上最近的，一共有4700积分了，足够买一本新的书籍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野外动物大全。驯兽大全和野外动物大全为组合商品，一并购买只需4500积分。请问宿主是否确定单独购买野外动物大全？还有这好事，那一起购买吧。先用木剑来试探一下。不在，莫不是外出觅食去了？也不知道昨晚买的野外动物大全里有没有这货的信息。800万年前的中心市，这是史前生物。史熊猫在出现前期虽然是食肉性动物，可到了后期，由于环境巨变，使得食物大量减少，所以在出现末期，部分的史熊猫开始以竹子为食物。在经过长时间的推移之后，演化出是直性的另一旁支巴氏熊猫。因此呀，想要驯服史熊猫，可以从改变其食物入手，将食物换成竹子和竹笋，从而改变其凶性。过程顺利的话，1-2个月内就能驯服成功。这是驯兽大全里的信息，驯服一只史前生物作为帮手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倒是值得一试。不过得先想办法让史熊猫失去行动能力，希望这件事能够重创史熊猫的四肢，让它没办法外出捕食，这样我才能对它的食物下手。不好，彻底激怒它了。秦风立即催动天赋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再找准机会给史熊猫来上一箭。经过一阵时间的拉锯战，秦风成功在史熊猫身上留下了6道伤口，不过秦风的体力也所剩无几。战术奏效，就是这天赋对体力消耗太大了，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只要未来几天继续消磨下去，就算它是史前生物也会有扛不住的一天，我们就慢慢耗吧，小熊猫。之后的2天，秦风没事就来给史熊猫来上2箭，可史熊猫却奈何不了秦风分毫，这让曾经的霸主愤怒异常。奇怪，平日里这个时候，史熊猫应该回来休息了，怎么今日不见踪影？难道是失血过多死掉了？我去，竟然学会埋伏了！吃俺老秦一剑！我操，这史熊猫竟然在战斗中学聪明了！
损失了一只铁质剑矢，还是先离开再说。现在只剩下一只铁质剑矢了，要是再被搞坏，我就真的毫无办法了，得想想其他办法才行。真是瞌睡来了就有枕头啊，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叶琳，我回来了。秦风，你回来啦，太好了。抱歉，让你担惊受怕了。谁说我害怕了？我只是担心你而已。这青蛙好漂亮，不会有毒吧？这是蓝色毒标蛙，箭毒蛙的一种，自然是有毒的，色彩越鲜艳，毒性越强。这个我知道，就跟毒蘑菇一样呗。那你带回来干嘛？难道你是想……没错，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这个来驯服那只大熊猫。第二天，秦风将毒标蛙的毒素提取出来后，制作了几把毒石剑，又让叶灵做了几个里湿外干的草球，这才信心十足的再次来到熊猫洞口。地面没有明显水坑，脚印也是向里面走的，看来它应该还在里面。这个礼物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原本就流了不少血，刚才又吸入了部分二氧化碳，现在再让我们来点剧烈运动，是时候尝尝我特别为你准备的毒箭了。果然实质的箭头锋利程度还是略逊一筹，不过这样刚好，如果毒素摄入过多，直接毒死就麻烦了。卧槽，没有效果。按理说，现在他应该已经呼吸困难，肌肉难以控制才对。难道是毒素的量没掌握好，或者实践太钝，毒素没能进入体内？糟了，早知道一开始就用铁质箭头了。终于给这大家伙弄倒了。秦风此时并没有对史熊猫继续做什么，而是在一旁观察起来，直到3个小时后，史熊猫才恢复了力气，颤颤巍巍地向山洞方向爬去。3个小时才勉强恢复行动力，还好，这个量的速度刚好能够让它失去行动力，又不会危及它的性命。第二天，秦风拎着几条鱼和一些竹笋再次来到那个山洞，老远就看到史熊猫露着大半个屁股趴在洞口睡觉。这货竟然直接在洞口睡着了，估计昨天爬回去就已经累得够呛。随即，秦风将切好的竹笋塞进鱼肚子里，直接朝着史熊猫的脑袋上丢了过去。察觉到是秦风这个老六，史熊猫愤怒地朝着秦风吼了几声。看来毒素的效果还在，要不然它早该扑过来了。很好，吃了，看来驯服这货指日可待了。该给这货取什么名字呢？团团、圆圆、欢欢。真是个憨皮，连自己中毒都忘了。没错，就叫憨皮了。从现在的进度来看，想要彻底驯化憨皮，至少得需要2个月的时间。憨皮，那是我给那史熊猫的名字。这名字槽点太多，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吐槽起好。等憨皮不那么具有攻击性后，我应该就能……怎么了？你怎么不吃了？我没什么胃口。你是亲戚来了？男人将自己的尿液倒进锅里煮了起来，再加上贝壳粉以及水，竟神奇地做出来一张张纸张。而他这么做的目的，竟是为了应对校花的亲戚。你亲戚来了？没有，那就是快来了。我说你能不能闭嘴啊？抱歉，是我太直接了。察觉到叶灵的烦躁，秦风知道叶灵这是不知该如何去应对。大概还有多长时间？不知道。女性的生理周期一般是28天，按理说早在几天前就应该来了，不过直到现在我才有感觉。我觉得可能是这段时间的作息不规律，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让我的生理期推迟了。至于推迟多少天，我也不知道。那从明天开始造纸吧，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纸？真的？不过肯定比不上我们平时用的纸了。没事，能用就行。好臭啊！那个罐子里是什么？人类排出的液体。你还有这种爱好？滚蛋！这是用来造纸的材料，好吧？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用尿造纸的。你不知道的多着呢，等着看就行了。秦风让叶灵做出几个试管后，便利用尿液和贝壳粉加热，得到氨气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氨气充分反应，从而获得碳酸氢钠溶液。再往碳酸氢钠溶液中倒入盐水后，便得到白色的碳酸氢钠沉淀和氯化铵溶液。沉淀的碳酸氢钠继续加热，就会得到碳酸钠。再把加热获得的碳酸钠倒入石灰水搅拌，和碳酸钠溶液混合后，氢氧化钠溶液中的钙离子游离，和二氧化碳结合成为碳酸钙沉淀。剩下的钠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则是结合成氢氧化钠溶液。太不容易了，如果有电的话，直接电解盐水就能得到氢氧化钠溶液了。那下次可以这样，把匕首绑在竹子上，然后插入盐水中，坐等雷劈。要劈你劈，我才不劈。
短暂休息后，两人在营地附近收集用来熬制纸张的杂草，随后将杂草进入氢氧化钠溶液中熬煮数小时后，其内的木质素、碳水化合物均被溶解在溶液当中，最后只剩下白色的纤维素。接着使用河水将其他杂质洗掉，只剩下白色的沉淀物，再加入清水搅拌均匀，得到纸浆。最后用做好的边框进行捞浆，最后晒干就成功获得了纸张，并且成功获得了1000积分。这下好了，有了这么多的纸张，可以和树枝说拜拜了，屁股不用遭罪了。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这种事情好吧？不过在这荒岛上能够用这办法造纸，你也太厉害了。那是，我可是全知全能的。你就嘚瑟吧。这小日子过得惬意的很啊。好家伙，这脸变得还真快。按照这个进度，或许用不到2个月就能改变憨皮的食性。今天先到这里吧，还得去趟西边。在我的印象当中，像河边这种阴湿的地方，应该有野生将存在才对，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找到了。你平时来亲戚都是这么痛苦的，我们班女生可不像你这么严重。以前没有那么疼的。那你以前是怎么缓解的？用暖宝宝、热水袋什么的暖一下，然后喝点红糖鸡蛋什么的。不好意思啊，你说的那些我都没有，只有姜茶和热水瓶，要不简单凑合下。生姜哪里来的？回来的路上看见就顺手摘回来了。顺手才怪吧，好暖。接下来的日子，秦风每3天去给憨皮投喂一次，每周为1个阶段，每个阶段鱼笋中的鱼肉比例逐渐下降。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后，憨皮已经能够接受1比9的鱼笋，并且也渐渐接受了秦风的存在。吃午饭了，憨皮，这可是爸爸一大早就给你摘的竹笋，贼新鲜，赶紧尝尝。怎么样，爸爸没骗你吧？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一只以吃肉为生的动物，现在竟然在吃着竹笋，还真的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不过就算憨皮接受了竹笋，也不能完全断定它已经改变了食性。宿主改变时熊猫食性，成功驯服时熊猫，获得奴兽印奖励。这还是系统第一次给出积分意外的奖励，也不知道这奴兽印有什么用。奴兽印，使用者将奴兽印打入驯服的宠物体内，就能和驯服的宠物建立起联系。由此联系，使用者能够感知宠物身体情况，并且进行简单交流。最重要的一点，只要建立起联系后，宠物将永久不会伤害使用者。不会伤害使用者，这功能太棒了！给我印，这就完事了。下一秒，秦风竟然真的感觉到了憨皮的状态。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叫憨皮，而我就是你的主人了，知道没？收服憨皮后，秦风心情大好。当晚回到营地后，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诉了叶灵。那我岂不是可以去看看了？当然可以，你要是想，我们明天就去。第2天，叶灵兴奋地带着竹笋来到山洞，在秦风的鼓励下，叶灵这才小心翼翼地用食物拉近憨皮的关系。只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憨皮就彻底接受了叶灵的存在。之后，两人开始了荒岛上的第2次搬家。在憨皮的帮助下，秦风与叶灵耗时1星期，在山洞外搭建了一个竹制厨房。辛苦了1周的时间，终于把厨房搭建好了。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是吗？走了，今天带你去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这皂角树估计有100年了。我记得皂角可以用来洗衣服来着。实际上，皂荚水加上椰子油和生姜水的话，还能做出洗头用的皂角洗发露。皂角洗发露会让头发干涩吗？印象中，洗完后头发会很柔顺。这段时间一直都是用猪油皂洗头，虽然洗得干净，可每次洗完之后头发都是干涩打叉，对发质相当不好。若是有洗发露的话就好了。想要洗发露？不想，这皂角树这么高不说，还长有那么尖锐的皂角刺，我可不想秦风有任何危险。本来还想着给你做洗发露来着，不过你这么说的话，那就算了。红闪闪，白干干，吃完一起放饭饭。在这荒岛上，我有猪油皂洗头已经很好了，洗发露什么的我真的不需要，你赶紧下来。不，你想多了，我只是想要皂角米才上来的。叶林，记得用竹筐把皂荚收集起来。自作多情，简直尴尬死了。那是虽然只能看到一点汁液，但那绝对不会错的。秦风，你看这么多的皂荚，或许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做洗发露，你觉得怎么样？真的？这个随你了，你决定就好。这样啊，那还是不做了吧，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吧，决定不要随便改比较好，免得形成犹豫不决的性格。还有这种说法，我怎么没听说过？该不该决定等从甘蔗地回去后，我再好好考虑一下。甘蔗地，哇，好大一片甘蔗地！我果然没看错，
不过有些怪异的是，这甘蔗地周围竟然空出一圈土地，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人为种植在这里似的。还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甘蔗，这能吃吗？甘蔗红得发紫，表面过度光滑，白霜已经掉得差不多，而且分量很轻。这甘蔗皮好硬，这种甘蔗比较适合榨糖，要吃的话还是得吃黑甘蔗或者黄皮蔗。味道怪怪的，甜的有些齁鼻，又有些酸味，不好吃。4月份的甘蔗早已过季了，若是当季的甘蔗，汁水会清甜得多。你要带甘蔗回去？对，我打算熬些红糖。两人回到营地后，秦风用皂荚米煮上了一锅香喷喷的米粥。两人因吃上皂角粥而露出幸福与满足感。第二天，秦风便开始榨甘蔗汁，叶灵则带着憨皮去沙滩收集椰子。忙活了差不多1上午，总算是把这些甘蔗给榨完了。秦风，我回来了，快看我找到了什么！蘑菇，快点夸我，我可是在回来的路上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采摘的。厉害了，超级玛丽莲！这是要杀了我吗？只有这个黄色蘑菇是能吃的，以后再看见的话可以多摘点，其他的蘑菇都是有毒的，以后不要再摘了。就这么点能吃啊？好了，休息一会，去帮我摘点薄荷回来，要叶大青嫩的。那也是制作洗发露的必需品吗？不是，用来做牙膏的。用薄荷叶刷牙？懂了吗？哦。在叶灵将所需材料都准备好了后，两人又开始制作起牙膏和洗发露。经过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秦风终于将两者都给制作了出来。等明天椰子油凝固之后就能用了。还要等到明天啊？不然呢？现在天都快黑了，你难道还想去河边洗澡？下雨了，是不是被吵醒了？这雨下得好大。确实。秦风，你看憨皮好像有些不对劲。怎么感觉憨皮异常的躁动？让我看看你在想什么。又是野猪吗？秦风，你说那群野猪真的会再次出现吗？不清楚，但我有预感，万一真的出现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不会有事的。憨皮，别冲动。憨皮，别追了。憨皮，别激动，是我。放心，已经没事了。不愧是石铁兽，即便是改吃素，也不是好惹的。憨皮身上那么多的伤口，不会感染的吧？不会有事的，毕竟憨皮这也不是1次2次了。你怎么知道？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憨皮的异常吗？我没猜错的话，是憨皮预感了野猪回来，所以才会有那种反应。预感？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憨皮长期所养成的习惯。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野猪就会暴动，久而久之，所以每到下雨天，憨皮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对了，上一次野猪暴动的时候，同样是在雨天，可我记得你之前驯服憨皮的时候，好像也下雨了吧？可为什么野猪没有暴动？而且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下雨会和野猪暴动有什么联系？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说不上来。这4头野猪估计得处理到晚上。野猪的话，明天再处理吧。我想去竹林找点竹笋。是要犒劳憨皮吗？表现英勇，自然要奖励一下，而且我们也该补充点维生素了，老是吃肉也不行。外围的竹笋实在是少了点，找了这么久，竟然才找到这么几颗。以憨皮的食量来说，这点竹笋怕不是一顿就霍霍完了。或许我应该深入些。是我的错觉吗？总感觉今日的竹林异常安静，连声鸟叫都听不到。这荒岛上应该没有压路机这种东西吧？按照电视剧的套路，若是前去探查的话，定然会遇到什么危险，我得赶紧离开这里。什么动静？怎么可能？男人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山般的粪堆，不但不嫌弃这臭气熏天的粪便，反而还一脸兴奋地钻了进去。而他这么做的目的，竟是为了活命。玩呢？荒岛上存在屎熊猫就已经够离谱的了，现在还出现了条泰坦巨蟒，是不是明天就能见到恐龙了？不行，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斜坡，还好有个斜坡，蛇的视野暂时看不到我。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了。该死，中了一刀还这么活蹦乱跳，难道是匕首太短没有伤及心脏？待在这里，即便泰坦蟒能闻到气味，应该也没办法找到我。先休息一下，再想其他办法。什么味道？粪堆。对了，野猪会在领地的中心固定排泄，不过这附近不见一头野猪，想来应该是察觉到泰坦蟒的气味，提前逃走了。溜了。秦风打开系统，希望系统里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眼下的状况。然而积分啥也不够买，不过还有一次抽奖机会。奖池里的奖品变了，
这千里马应该是增加耐力的天赋，要是能抽到这个，应该就能凭借迅捷猎豹离开这片竹林。沃尼玛，这个时候给我奴兽印有啥子用？野猪准备回巢了，希望别被发现了，否则的话我就真的玩完了。卧槽，我这乌鸦嘴，膝盖好烫，是因为频繁使用天赋的原因吗？这样下去的话，怕是我体力还没耗尽，双腿就得先废了。我记得就是这个方向，到了，拼了！野猪晚上近乎瞎子，完全依靠嗅觉行动。现在我在粪堆里，气味被掩盖，只要不发出声音，就应该不会被发现。还好没有被发现，不过没想到野猪竟然会睡在这里，看样子我只能先暂时待着了。这粪堆里好热，是微生物分解粪便散发的热量缘故吗？呼吸作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应该也堆积在了粪堆中，阻碍了热量的散发。这感觉就像是大夏天蒙着大棉被一样，这么下去我会脱水的吧？秦风，已经出现幻听了吗？竟然听到了叶林的声音。叶林，那是野猪群，还有秦风。秦风，我这不是做梦吧？那个柔弱的叶林竟然……秦风，你没事吧？托你的福，没大碍。不过现在身上好脏，还是不要靠过来吧。两人一路跑跑停停，直到天亮才到达营地附近的河流，在河里洗漱一番才回到山洞。两人一直睡到天黑才醒了过来。你说你是顺着那痕迹找到我的？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那痕迹是泰坦蟒移动时留下的。泰坦蟒？那我们待在这里会不会有危险？这应该不会，如果泰坦蟒要出现的话，早就出现了，不可能等到现在。那往后憨皮的食物怎么办？我是深入竹林之后才见到了那些痕迹，如果是只在竹林边缘活动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好。对了，叶林，谢谢。之后两人一直忙活了3天，这才将那4头野猪都给处理完毕。秦风，你快来！怎么了？熏肉被偷了。被偷了？会不会是什么野兽给叼走了？应该不是，熏肉架很大，不好搬运。若是被野兽拖走的话，地面上应该有支架被拖走时留下的痕迹，然后草地上却不见任何一点痕迹，而且憨皮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像憨皮这种野外生存的动物，虽然是睡着了，可依然保持着极度警惕。若是有什么动物靠近的话，憨皮应该会第一时间有所察觉。看来今晚我要守夜。那和以前一样，我负责上半夜。不用了，今天我要睡一整天，晚上熬一宿应该没什么问题。熏肉就拜托你照看了。4头野猪，按最低的算，至少有600多斤肉，能够吃上小半年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兽皮、兽筋，处理得当的话，或许能用来制作衣服。不过在那之前，得先要搞清楚熏肉是怎么消失不见的。这天都亮了，那小偷是不会来了吧？看样子，在知道熏肉是怎么消失之前，我得一直守下去了。金雕，难道杨过和小龙女最后隐居在了这荒岛上？小偷是金雕？很大一只金雕，怪不得能够悄无声息地带走熏肉。不过到今天为止，肉就熏好了，到时候只要收到陶罐里，就不用担心了。这肉可以收，但架子还不行。为什么？我打算制作陷阱抓捕金雕，并将其驯服。在那之前，架子得保持原样，免得金雕心生警惕。这真的能抓到金雕吗？有没有用，等试过之后就知道了。不过，你确定那只金雕还会来吗？它连续2日都尝到了甜头，肯定会来的。秦风，那金雕抓到了吗？还没呢。来了。男人3天没吃一顿饭，却将刚抓来的鱼扔在地上，然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天空中传来一个嘹亮的啼叫声。抓到了，秦风，抓到了！你还愣着干嘛？淡定，现在还不是我们出去的时候。金雕不仅爪子锋利，而且会同样有着强大杀伤力。现在贸然过去，运气不好连眼睛都给啄瞎了。放它在那里折腾，等它精疲力竭了，就该我们出场了。这就是金雕，好大一只，已经超过我的腰了。你确定不是你腿短？也快到你的腰了，好吧？我也没说我有多高啊。不过你说的没错，这金雕确实太大了点，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说起来，之前遇到的黄鳝也是大大的超出了平均值，憨皮和泰坦蟒也比系统上介绍的要大一圈。一个事例可能是例外，2个事例可能是偶然，可3个事例那就值得让人深思了。话说，为什么金雕名字里带金字，羽毛却是棕褐色的？那沙雕也没听说过脑袋里就全是沙子呀。沙雕，对呀，沙雕。等等，你不会想给它取名叫沙雕吧？沙雕这名字不挺好的吗？从今天起你就叫沙雕了。嘿嘿，看样子你也很中意这个名字嘛。你打算怎么驯服沙雕？用驯服憨皮的办法？
这个嘛，金雕还未驯服，奴兽印无法使用。果然需要驯服之后才能使用奴兽印。叶林，你知道熬鹰吗？你打算像羞羞的铁拳一样熬鹰，那会死人的吧？不是我，是我们。熬鹰的时候还能换人？熬鹰的目的是为了磨去鹰的野性，只要能做到这点，多少个人其实无所谓。只要咱们轮班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估计1个星期左右就能驯服金雕了。那么白班就交给你了，我先去睡觉了。晚上的时候，要是我没醒的话，记得来叫我。我可是在这里一直看着你，别想逃走。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给我好好看着他。这么多天累了吧？早点投降，早点解脱多好。这算是屈服了。不管了，用奴兽印试试。宿主驯服金雕，获得5000积分。下一秒，秦风就察觉到了沙雕此时的状态，同时脑海中也浮现出一幅幅沙雕曾经看到的画面，最后定格在一个小金雕被卡在岩石缝中的画面。沙雕就这么被驯服了，比预期的要快很多呢。大概是因为沙雕担心他孩子。沙雕的孩子？你怎么知道他有孩子？这个我猜的。金雕的繁殖季节一般都在春夏，不出意外的话，沙雕应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太好了，要是能把沙雕的孩子带回来饲养的话，那我们就有2只金雕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打算今天休息1天，明天就让沙雕带我们去他的老窝。还好糊弄过去了。近距离看，突然发现沙雕还挺帅气的嘛。为什么你能摸我不能摸？不是我们一起驯服的吗？大概是因为沙雕最后是向我臣服的吧。哼，看我的。如此英气的金雕，走起路来却像只大母鸡，叫你沙雕一点都没错呀。第二天一早，两人一熊便在沙雕的带领下朝着他的巢穴走去，直到第二天上午，两人才到达巢穴山脚下。秦风让叶灵和憨皮留在原地休息后，便独自一人和沙雕往山顶爬去。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灵绝顶了吧？那是火山，火山脚下有树木生长，应该是座休眠火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爆发了。短时间内倒是不用担心，火山地形矿物资源丰富，有机会过去看看。这荒岛的生态还真是够丰富的，森林、竹林、河流，还有平原丘陵和火山，这么多种生态汇聚在这么一座荒岛上，确实是神奇。抱歉，差点忘了来这的目的。秦风立即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开始救援卡在岩缝中的小金雕。得益于奴兽印，秦风能够和沙雕进行简单的沟通，所以没费多大功夫就成功将小金雕给救了下来。等秦风回到山脚下时，发现叶灵与憨皮却不见了踪迹。原来叶灵他们找资源去了呀，正好我也有点累了，在叶灵回来前稍微休息一下吧。秦风，你回来了，天气好差，好像要下暴雨了。真的是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赶紧走，万一暴雨引发泥石流可就危险了。秦风，快看！飞机。这是一瓶过期了100年的罐头，男人不但没有嫌弃，反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味道竟和刚生产出来一样新鲜。好像失事了，快走！是发生事故了，没有爆炸，飞机上的人应该没事吧？秦风，我们怎么办？叶林，冷静点，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过去看看。在这无人的荒岛上，一架飞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也难怪叶林为什么会这么失态，连我心里都砰砰直跳。没有路了。现在的食物足够维持返回营地，可若是拐个弯去飞机坠落的地点查探的话，剩下的食物够不够支撑到返回营地就不好说了。就算到达了坠落点，也不代表就能立刻找到飞机。要是再耽搁些时间，食物就更不够了。要不我们先返回营地，之后再做打算。也未必，食物2个人不够，但是1个人就绰绰有余了。你是说你一个人去找飞机？对，不过你1个人回营地可以吗？当然可以。那就这么决定，你和憨皮先回营地，等着我的好消息。这个给你，说不定能够用得上。松枝哪来的？你去救小金雕时，我从山上的松树上抠下的。好的，那你回去要小心。你也一路小心。告别叶灵后，秦风与沙雕一路向北，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终于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找到了。你好，有人吗？听得到我说话吗？不会出事了吧？驾驶室里没有血迹，飞行员应该只是暂时离开。不过这架飞机虽然看起来很新，但款式却有一种年代感，好像也没有能与外界联络的无线电。人的声音，是驾驶员。快跑，有鳄鱼！我操！
陆地跟鳄鱼拼，只有死路一条。快抓住我的手！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我们被包围了，这样下去不妙啊！果然，石质弓箭不够锋利，鳄鱼鳞甲厚实，连一点伤害都没有。适时瞄准眼睛，目标小，再加上他们到处晃动，想射中眼睛实在太难了。再这么撞下去，不出1刻钟，这架飞机就要支离破碎。该死，只能依靠系统了。这段时间我没有买过任何东西，已经有12700积分。虽然早就足够兑换天赋，但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每一种天赋便是一张保命牌，只有等到真正的危机时刻，才知道哪个最有用。就像眼前这情况，与射箭相关的便是这人马赐福了。烧死这些鳄鱼！酒精，别动手，那个很重要。这个水，你说什么？把火给我。我这蹩脚的英语跟人沟通真是费劲，要是把荒岛里完全弄不到的酒精就这么用掉了，那可真是心疼死了。鳄鱼就交给我来解决吧。宿主兑换天赋成功，宿主接收天赋完毕。这就完了。上次获得了猎豹天赋，我都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变化，但现在却毫无感觉，坑爹呀！我个小心啊！秦风见状，把松枝涂在箭头上，然后用打火机给点燃，就这样制作了一把简单的火箭。秦风再次拉弓瞄准，谁知眼前竟然出现了瞄准框。这难道就是人马赐福的效果？简直就像射击游戏一样。准星瞄准后，磅数栏应该表示目前所用的力和所需达到的力，风速栏则代表所需的稳定角度。原来是这样 ，nice。在杰西卡的配合下，秦风很快就将所有鳄鱼都给打跑了。哇，野熊！我叫秦风，你叫什么名字呢？杰西卡，我们在哪？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别人吗？不好意思，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你可以说慢点吗？日语你能听得懂吗？韩语呢？难道是夏国人？但我见过的夏国人都留着长长的辫子呀。你有手机吗？什么是手机？你是不是想说电话？这里又没有电话线，带电话有什么用？这样交流真的好累啊！罐头，等等，这个日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谁能教教我该怎么用英语问这个罐头还能不能吃啊？不用担心，这是牛肉。真的没问题吗？味道倒是挺正常，罐头上印的不是生产日期。赶了一天路，果然刚一吃饱就困了。杰西卡经历了飞机失事，又被鳄鱼追了一路，应该也已经累得不行。这飞机内一般野兽倒也不好进来，今晚就在这驾驶舱里凑合一晚吧。早上好。这背包里连铁锅和碗都有，这是哆啦 A 梦的小口袋吗？比起喝热水，早上还是喝点肉汤更有营养。猪肉汤听起来不错。两人简单吃完早餐后，秦风费劲的和杰西卡简单说明了荒岛的情况，便带着他往营地走去。可恶，又是你们这些小偷！小白的鱼又被偷了2条，今晚得赶紧把竹盖做出来。你这小吃货又饿了，吃吧，小白，你要吃得饱饱的，然后快点长大哦。已经3天了，秦风还没回来，不会有事吧？要不然明天和憨皮一起去找他。怎么了，小白？沙雕，秦风回来了。叶林，秦 ，Hello， 女人，秦风，做我男朋友吧。这就是那架飞机的驾驶员杰西卡。很明显，杰西卡是个老外，以我堪堪4级的英语水平，实在难以沟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搜救队的。沟通的事就交给你这个学霸了。你好，我叫叶林。你好，我是杰西卡。杰西卡，你会中文？你怎么不早说？你也没问我啊，而且你一直跟我说英语，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国人啊。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感觉杰西卡你流落到这荒岛上一点都不愁，反而挺开心？哦，有这么明显吗？可能是太激动了吧。原本被认定为已经灭绝的屎熊猫，竟然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荒岛上说不定还会有别的特殊生物存在，想想都仿佛天堂一样。看杰西卡两眼发光的样子，好像恨不得要把憨皮扒开来好好研究一番的样子。古生物学家都这么可怕吗？杰西卡，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无法离开这座荒岛？你们不是说要造船离开吗？虽然时间可能会很久，但总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后，屎熊猫还有个体存在于这座荒岛的消息，必然会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21世纪了，那还得等上70多年呢。叶林，
那都22世纪了。民国要自己另用一套立法了，现在用的都是国际立法呀，而且是夏国，不是民国。又换政权了。喂，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Sorry， 我刚才说的话可能让你们感到了不悦，甚至生气，但请你们相信，我真的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我的话里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在这里向你们两人道歉。可以的话，还请你们指出我言语中不对的地方。或许杰西卡你一心扑在古生物学上，所以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把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好好记住。我们夏国成立了都快100年了。这是某种中式笑话吗？你一本正经的这样说，我还真以为自己昏迷了20多年呢。我可是很清楚的记得，现在是1927年，可不是什么1949年。1927年。杰西卡不像是在撒谎，而且她的飞机款式也很像20世纪的造型，还有那个没有过期的罐头上印着的也是1927到1928，该不会真的是？杰西卡，我想郑重的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能真诚的回答，今年是公元多少年？我10分肯定，今年肯定是公元1927年。哎，我问你们了，你们今年是公元多少年？公元2024年。2024年？难道你和叶灵都是从未来回来的？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记得杰西卡你说过飞机坠落之前遭遇了一场暴风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我从洛杉矶起飞，一路朝着哈伊爱伊群岛飞行，然后便突然遇上了暴风雨。明明上一秒好像还是大晴天，下一秒就被卷入了乱流中，让我完全没有准备。而且暴风雨出现时，仪表盘也全都失灵了。等我反应过来，飞机已经朝着荒岛坠落下去。暴风雨跟我们来这里之前遇到的一样。真的，你们也一样。你们说那场暴风雨会不会是一个类似于时空甬道的东西，就像那百慕大三角一般，我们都被卷入了进来？说到这，三人脸色同时变得沉重起来。如果秦风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现在所处的到底是哪个年代？这座荒岛又是处于哪个位置？他们还能回得去吗？好了，大家都不要胡思乱想了。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防治野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嘿，秦风，你说憨皮会不会也是被暴风雨带到这个岛上来的？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么一说的话，竹林里的泰坦蟒或许也是被暴风雨卷到这里来的。泰坦蟒？你说泰坦蟒？对，它就盘踞在这荒岛上的竹林深处，导致我们完全不敢靠近。听闻泰坦蟒，杰西卡立即说出了泰坦蟒的生存条件，这很不符合荒岛上的条件。秦风两人又想到了之前的雨夜暴动，经过几人讨论后得出结论，泰坦蟒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竹林，这让秦风和叶灵同时松了口气。之前一直担心的泰坦蟒危机总算是解除。你们刚从外面赶回来，今晚就在床上休息吧，我来负责守夜。不用这么麻烦吧？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吗？不是。那你们有这个意向吗？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没有的话，那就没问题了。今晚我和秦风睡一张床，叶灵你睡一张床，这样2张床就够了。你们睡一起？对呀，当然这还要秦风接受才行。你那天守卫飞机时的英姿让我深深着迷，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你了。秦风，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这个。杰西卡，你不要冲动，我们现在认识才几天，彼此都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还是先保持男女之间纯洁友谊如何？行吧，那就以后慢慢认识吧，我的英雄。我记得背包里是有睡袋的，今晚我就睡袋好了。天色不早了，大家赶紧睡觉吧，哈哈哈哈。杰西卡，你怎么能把衣服都脱了？因为脏了嘛，而且这样睡觉比较舒服。真是开放。等等。嗨，看什么看？没看过吗？色狼、淫贼、不要脸！错了，叶大小姐饶命！早上好啊，秦风。早。秦风，你醒了呀？叶灵，你也在啊？对了，我给你们煮好了肉汤。那这是你的。秦风，是哪里惹得你不高兴了？没有，厨房里还有很多，我跟他开个玩笑罢了。哦，我知道了，你也喜欢秦风对吧？什么？我没有。你们国家好像是一夫多妻制吧？分大房、二房之类的。我小时候去过夏国，从一位老爷爷那里听说的。一起努力吧。是你先和秦风认识的，大房我可以让给你。杰西卡，你先把肉汤喝了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先走了。害羞了呢，叶灵还真是可爱，不过是不是稍微捉弄过头了？叶灵，你怎么了？
我要做大房。秦风的幸福生活终于要开始了，身边不仅有着可柔可甜的校花陪伴，还从天而降了一位异域风情的外国妹妹。不仅如此，还从路边捡到了一个娇小可爱的萝莉妹妹。这样的生活，你们羡慕吗？三人经过一天的休整后，便开始商量起之后的计划。第一阶段就是将整个岛屿全部探索一遍，彻底在荒岛上站稳脚跟。第二阶段就是造船，不过这都是建立在第一阶段的前提下。确定好计划，秦风便趁着野猪不在家，便带着憨皮来到那粪堆前，随即卖力地挖起粪堆前的紫红色土壤。秦风，你回来啦？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吧？看我们捏好的浴缸，这浴缸真不错呀。看样子正如你推测那样，竹林里有不少小土。收获不错。不过你们就这么肯定我一定能找到小土？凌霄池都准备上了，后面交给我来吧。叶林，你带杰西卡去熟悉熟悉周围环境。杰西卡走，我带你去附近的小溪转转。之后，秦风花了2天的时间，在杰西卡与叶林的协助下，秦风终于成功的造出了火药。在之后又花费了1天的时间，秦风又成功制作出了土制炸弹。别过来啊，我点火了。宿主制作炸弹，奖励5000积分。试爆成功。炸弹的威力好像差了点，难道是黑火药放少了？黑火药的多少确实会影响炸弹的威力，但最重要的还是黑火药本身。你是说硝酸钾的纯度不够？这也算一个原因。不过黑火药本身就是有极限的。不过这种竹筒炸弹虽然炸不死什么大型凶兽，但想要将其吓跑还是绰绰有余的。有了火药后，秦风几人又开始在营地周围修筑护栏。围栏还没建完就要下暴雨了，野猪再次暴动怎么办？不用担心，现在我们的装备可跟之前不一样了。来了。我倒要看看野猪群暴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辛苦建了这么久的营地，可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随便进来。憨皮沙雕，你们负责左边，我来负责右边。这次与上次不同，在有了炸弹和充分的准备下，秦风几人不但成功击退野猪群，还射杀了不少野猪，这让他们接下来半年内都不用再为食物发愁。在之后半个月，秦风3人不分昼夜，总算在第2次暴雨来临前完成了整个营地的围栏。又过了1个月的时间，秦风3人将营地彻底完善，不仅有了单独的杂货房，还分别搭建了一个烧陶房和洗澡房，这让几人的生活品质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完成这一切后，秦风便开始了第1阶段的下半程，独自带着憨皮和沙雕去探索荒岛上的其他未知区域。第2天，秦风便来到了上次看到的那座火山脚下。怎么了，憨皮？累了？憨皮嗅觉灵敏，应该是闻到了什么。这微弱的气味是硫磺。憨皮，你在这等着，我上去看看。这是硫磺矿，老天爷还是照顾我的。有了这硫磺，我就能制作出更多的炸弹。不过火山可不只有硫磺。这是不行，知识储备不够用了。看来该花还得花呀。果然，这是制作无色玻璃的材料。之后2天，秦风便在半山腰扎营，每天都去火山口搜寻矿物，因此还发现了不少种类的矿石，只是数量并不是很多。没有铁镐就很难挖到铁矿，没有铁矿又没法做出铁镐，这是一个死循环呀！只能先记住这里，之后再想办法吧。告别火山，秦风又四处乱窜，搜寻着平原的资源，可惜并没有什么有用的收获。到了第8天早上，秦风决定带着硫磺和矿物返回营地，因为出发点已经不在火山，秦风便重新规划返回路线。可惜没多久，一片沼泽地就挡在了秦风的面前。又是这片沼泽地，上次和杰西卡差点死在这里，这次打死也要绕开走。不过上次和杰西卡从沼泽地里逃出来时，白雾浓郁的看不清树木，能见度只有不到3米。这里虽然也是白雾缭绕，但并没有达到那种对视线造成影响的地步。当初我第1次进入沼泽地时，白雾的浓度跟现在的差不多，那时我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后来白雾变得浓郁之后，我和杰西卡才双沼气中毒的。也就是说，只要在白雾稀薄的时候进去便不会有事。沼泽地里的资源可不少啊，想想那鳄鱼皮，做点皮鞋包包什么的，它不香吗？沙雕，去前面看看沼泽的情况。视野很清晰，果然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接下来便是要找出这白雾变化的规律和周期，这样以后就可以安全的到这寻宝了。什么？难道这沼泽里还有其他人？憨皮，你留在这里，沙雕快带我过去看看。这是啥情况？从几个人直奔要害的攻击动作来看，这绝不是什么演练，而是关乎性命的厮杀。不管如何，不能见死不救。发什么呆？还不快跑！那几个大汉人高马大，身强力壮，而且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就算我有2个天赋傍身，想要打倒他们，也近乎痴心妄想。现在只能逃跑。只要我们能跑出沼泽和憨皮会合，那一切就稳了。他的速度因为失血过多降下来了，
再这么下去，不出半分钟，我们就会被那4个大汉追上。上来，我背着你跑。啥玩意儿？他是想一个人拦住他们，让我先逃？什么？难道是泰坦蟒？不会吧，这里又不是竹林。我操！沃尼玛，真的是他！这么说，这块沼泽地才是泰坦蟒的栖息地，它只是借助暴雨天气才会流窜到竹林那边，真他妈倒了8辈子血霉了。那边肉多，追那边；那边肉多，追那边；那边肉多，追那边。沃尼玛，这货是跟我有仇吗？小女孩今年已经100岁，可却只有10几岁的模样，并不是她学习了什么驻颜秘法，而是因为她是从100年前穿越过来的。哼，炸弹的味道好吃吧？走，离开这里。已经走了300多米，应该没事了吧？真不愧是史前凶兽，这样都没死。玉皇大帝奥丁耶稣，哪位大佬前来救小弟一马？回去之后，小弟定然立起牌位，天天供着。你是在担心大蛇会找到我们吗？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别出声。蟒蛇并不是靠眼睛，而是靠红外线来寻找猎物的。而蟒蛇感知温度的器官正好在眼睛和鼻孔之间，现在它的整个口腔被炸得血肉模糊，想必各类器官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因此要找到我们并不容易。沙雕，就是现在！空对地，优势明显啊，总算把他引开了。他以为憨皮是凶兽，所以想保护我，呵呵，也算是没有救错人。这是我的宠物，骑上来吧。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我是让你骑上来，不是让你像憨皮一样趴下呀。再者，即便我有这个意思，你也不用这么容易就接受吧。秦风，你有没有受伤？你让沙雕带回来的信中说遇到了泰坦蟒，我们都担心死了。没事，我不是也有写安全逃脱了吗？这就是你信上说的那个少女，很可爱呢。难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不过小妹妹看起来可是还未成年哦。不，我们可不是什么女巫。看起来杰西卡会他们的语言。这样以后交流就方便多了。杰西卡，你们聊了这么久，她都说什么了？各位，我似乎得到了一些不得了的消息。这个孩子叫哈尼尼克，来自一个名为拉达的部落。拉达部落，也门的那个？叶琳，你知道？我曾在一本世界未解之谜上看到过，1939年的8月，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在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红海入口的英国保护地，也就是现在的也门。不过那是也门，还不是一个国家，境内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在这其中就有一个名为拉达的部落。拉达部落一共有50多人，位于沙漠当中，部落里并不用为水发愁，更是长有不少的枣树。因为这点，驻扎在附近的英军时常会到拉达部落里采摘枣子解馋，算得上是部落的常客。然而就在1939年的8月某天，英国士兵照常前往拉达部落时，发现整个部落里的人都凭空消失了，而粮食、衣物等物品却完好无损地留在各自的家中。对此感到怪异的士兵将这件事上报之后，其直系长官和负责巡逻该区域的空军联系，得到的回应是未曾见过任何部落迁移的迹象。这么说，拉达部落和我们一样，穿越时空流落到了这个荒岛上。1939年，我问问他。我确认过了，尼克的部落是3年前忽然出现在这座岛屿上的。我想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岂不是说，除了我们之外，这荒岛上还有50多人？如果能借助拉达部落的力量来建造船只的话，或许1年内就能离开这座荒岛。不止50多人，根据尼克所说，1年前还有一伙人乘船造访了这座岛屿，他们人数是部落的3倍之多，一上岸就毫无理由地攻击了部落，部落奋起反抗，续很快败下阵来。大部分族人成为了俘虏，剩余的则侥幸都藏在了岛上的某个角落。难道是那伙人？糟了！如果那5名大汉从沼泽逃脱回去之后，极有可能会召集人手往这边杀来。这些人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装备精良，人数更是我们不能比的。他们若是找到这里，即便有炸弹，我们也无法抗衡。或许我们可以联合尼克他们部落，共同对付那一伙人呢。这应该是眼前唯一的办法了。通过杰西卡的翻译，秦风从尼克那里了解到了之前看到的白雾更加详细的信息。白雾横跨整个岛屿，他们认为白雾是死神的领地，只要进入其中，就会被死神悄无声息带走生命。不过每当季节变化的时候，白雾会短暂的消失2天。现在沼泽地的白雾应该已经重新出现。这么说，有白雾在的话，未来3个月我们是安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想出对策。对了，尼克还说希望你这个巫师能帮助他们击退敌人。
巫使啥玩意儿？尼克说，他亲眼看见你使用威力强大的巫器击退了大蛇，使用清澈的圣水阻止了伤口被病魔侵蚀，还有用巫术燃起了火焰。拉达部落崇敬巫神，巫使则是被巫神选定的代言人，在部落里地位崇高，能够随便选取部落里的女子服侍自己。怎么样，开心吧？难怪尼克一直对我这么恭敬，你帮我解释一下吧，我可不是什么巫使。解释什么？巫使不是很好啦？出于考古的需要，我曾经拜访过不少的部落，就我所见，大部分部落可都是极其排外的。你的意思是利用巫使的身份，能更好地借助拉达部落的力量？那我就勉为其难当一回巫使。这也是为了大家好，没办法的事情。你们这也笑得太邪恶了吧？为了方便沟通，第二天杰西卡便开始每天教一小会叶灵和晴天阿拉伯语，而尼克则是学习起了汉语。上午学习完毕，下午秦风便与尼克来到树林砍树。因为考虑到沼泽中有泰坦蟒，他们决定先坐一艘小船从岛外绕到尼克他们部落。在尼克帮助下，仅花3天时间就砍好了足够的木材。在之后，秦风与尼克两人花费1天时间，将火山获得的黄铁矿炼制成了铁钉。考虑到仓库那些吃不完的水果会坏掉，几人又花费1上午的时间在河边搜集了足够多的龟石，之后便忙碌着制作玻璃，以便做水果罐头。有了玻璃，秦风又制作出了几个望远镜和放大镜。一切准备工作做完后，几人终于开始制作船只。我们要造一艘什么样的船呢？目前的材料只有木头和铁钉，能做的选择很有限啊。野外工艺大全提供的船型各式各样，但大都是小型船。我们做双体船吧。我们还可以搭建一个风帆，仅靠人工划桨的话，费力不说，还容易受到海流的影响。我大学时也曾独自出海钓过鱼，桨帆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杰西卡姐姐不仅会开飞机，还能驾船乘风破浪，真是太有魅力了。还行，再多夸几句，我可是不会客气的哦。确定好方案后，4人花费1周时间，双体船终于被成功制作出来。叶林，现在营地里的食物挺充足的，没什么需要的话，在我们回来之前就尽量不要外出了。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倒是你们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憨皮，一定要好好保护叶林，知道没有？叶林，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族人们，尼克要带着巫师大人回来了。男人只是随手点燃了打火机，就被眼前的人们当作神明，女人们甚至都要抢着给秦风生猴子，这让秦风如何招架得住？在杰西卡优秀的航海技术下，3人终于在第2天傍晚成功抵达海岛的另一端。尼克，这里离你们部落还有多远？这边尼克也没来过，所以尼克也不知道离部落还有多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尼克的部落在这个方向上。那伙坏人平时都在哪？在沿海，不过他们似乎在岛上寻找什么东西，所以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可能碰到他们的人。外出时必须十分小心。情况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大家今天好好休息，明天一早便去寻找尼克的部落，避免节外生枝。第2天，在尼克的带领下，3人没多久就来到了尼克的部落。怎么了，尼克？为什么停下来了？部落向来会在外围安排守卫，可现在却不见任何人影，实在是有些反常。我让沙雕过去看看。信息过于模糊，不知道沙雕所说的两脚兽是拉达部落的人，还是那一伙坏人。要不然杰西卡，你留在这里，我和尼克过去探查一下。等等，尼克。长老，你别拦我们，尼克失踪后，只能靠我们把族长救出来了。不能冲动，以我们现在的人数，前去救援只会白白送死。你们先冷静下来，战死乃是战士的最高荣耀。大家别吵了。尼克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不见了，叔叔们也不见了，连族长都不见了，我好害怕。族长，父亲也不见了，什么情况？你外出多日未归，族长便到处寻找，最后族长怀疑你是被海边那伙人抓走了，便带人前去查探，结果不慎被发现。激战中只有1名战士侥幸逃了回来，因为负伤严重，今日才把消息带回部落。长老，你不用多说了，我们和尼克现在就去把族长救回来。都说了不能这么莽撞，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静一静，大家听我说一句，在这里我有2件事要告诉大家。第一，我消失的这段时间，并非是遭遇了什么不测，而是穿过了死神领域，到达了荒岛的另一边。荒岛的另一边，那不是白茫茫一片的死神领域吗？荒岛的另一边是和我们这里一样的环境，死神领域只是从中间将荒岛割开罢了。我要说的第2件事便是，我在对面半岛见到了巫师大人。巫师大人？怎么可能？那只是远古的传说而已。尼克会不会出现幻觉了？尼克，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不，我现在很清醒，我们要……真难看啊！尼克，部落里最强的女人，你身为族长的女儿，竟然把希望寄托到一个不存在的人身上，如此不堪的模样，我有必要收回对你的称赞了。
我不需要你的称赞。另外，我真的见到了巫师大人。那么你说的巫师大人现在在哪里呢？巫师大人就在。听说有人要见我，希望这逼格满满的出场方式能镇得住场子。巫师大人，他就是尼克说的巫师大人，跟我们没多大区别吗？不过根据部落流传下来的古语，巫师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被巫神选中，成为了代言人而已。部落里的2个派系，我站的自然是保守派。在敌我力量悬殊、没有任何策略的情况下，鲁莽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看来是时候展示一下名为科学的巫术了。这是……喂，你看到了吗？火焰凭空出现了。巫术，这绝对是巫术。巫神大人终于听到了我们的祈祷，他派巫使大人来帮助我们了。呵呵，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拜见巫使大人。完了，让长辈给自己下跪，怕不是要折寿。既然能够成为巫神大人的代言人，想必巫使大人应该很强吧？还真想见识一下呢。卡塔，巫使大人可是很强的，他收服巨兽，擒捉大鸟，还击败了巨大无比的蟒蛇，他一个人就能把我们部落所有人通通撂倒。尼克，快别说了，那老兄一看就是个狠人啊！这样我就更得见识一下了。嗨，不能再怂了。这我竟然没看清楚他的动作。我只用2根手指的力气，如果你能够站起来，我就接受你的挑战。巫使大人，这未免有些太小看人了吧？我为什么动不了？怎么了？看起来你好像很吃力的样子。我没看错吧？那个卡塔，我们部落最强的战士，就这么被巫使大人用2根手指给制服了。巫使大人太强了，如果是巫使大人的话，定然能救回我们的族人。既然这样，我就没办法接受你的挑战了。总算侥幸过关，我能用手指制住卡塔，靠的是技巧而非力量。还好他没有提出别的较量方式，不然就真没辙了。巫使大人，还请你引导我们，拯救我们的部落。放心吧，巫使大人这次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杰西卡，这是女巫大人。原来你这么厉害，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不显山不露水吗？而且我很好奇，你的阿拉伯语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流利了？你都看到了。你们记录部落这么久都不出来，因为担心我就溜进来了。放心，你不愿意说的话，我也不强求。有神秘感的男人更具诱惑力。族人们，巫神大人听到了你们的祈祷，所以派我们来带领你们脱离困境。天色不早了，2位大人请随我来，我先带你们去休息的地方。这是我们部落供奉巫神的屋子，不知道巫使大人是否满意？很满意。天也快黑了，大家都先回去休息吧。那么还请巫使大人在里面安心休息，我一会让族人拿食物过来。总算能安静会儿了，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么恭敬过。对了，尼克呢？他呀，已经迫不及待了去跟部落里的人宣传你的光辉事迹了。巫使大人，女巫大人，怎么部落空荡荡的？大家人呢？大家白天全都出去搜寻食物了，长老和我过来给你送点吃的。巫使大人，这是族人大清早刚摘回来的新鲜果子，部落现在情况困难，只能拿出这些东西。没事，早上多吃点新鲜水果有益身体健康。不过你们来的正好，尼克，你一会带我到那伙人的大本营看看去。现在嘛，巫使大人，要不要等部落里的战士回来之后再出发？当然，这并不是怀疑巫使大人的能力，只是战士们都很希望能够看到敌人被巫使大人彻底击溃的模样。这部落里的人是真觉得我能够移山填海吗？快帮帮忙啊，杰西卡！汉莫尔，其实巫使大人为了降临这个世界，已经将身上的巫力差不多全都消耗完了。现在的他没法直接去击溃敌人，只能借助巫神的智慧来帮助部落。漂亮，真不愧是杰西卡。没错，所以这次我只是去打探敌人的情况而已，并没有动手的打算。人太多的话，反而容易暴露行踪。巫使大人竟然为了我们部落牺牲了这么多，真是感激不尽啊！是不是有点忽悠过头了？吃完早饭后，秦风便告别杰西卡与长老，跟着尼克一起朝着那伙人的大本营前去。终于在第2天中午，2人成功抵达敌人。杰西卡，你准备好了吗？秦风，我等这一刻很久了，你轻点，我紧张。秦风，我们成功了。这伙人全都是青壮年，而且牛角盔打扮和这龙头船，他们是维京海盗。一般而言，被海盗抓住的话，无非就2个下场，要么被当场杀死，要么被当成奴隶贩卖。感觉和他们议和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巫师大人，快看那儿，是尼克的族人。族长也在里面吗？以前没有神之眼，又不敢过于靠近，所以无法探蜻蜓的情况。这次能确认大家都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海盗仅在出入口处和营地的4角方位设置了守卫，戒备并不算森严。想来是觉得这岛上没有什么能够威胁他们的东西，所以才如此松懈。想要救人并非不可能，不过需要好好计划一番，力求将风险降到最低。有人过来了，快藏起来！妈的，找，每天找来找去就是些烂草根，还不如让老子去砍几个人来的痛快。蠢货，你是在质疑船长的地图？当然不是，只是这么久了，什么玩意儿也没找到，不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伙计们在前面休息一下吧。拉罗夫，我可是听说了，你前段时间遇到耶梦家的，差点没下地狱。特婶，消息还挺灵通，便宜你们这帮蠢货了。听，快说说。就是烂牙米约尔没回来那天，最后那2个土著人吸引了耶梦加德的注意，我们趁机逃脱。可半途中，耶梦加德又杀了回来，不过他当时嘴巴受了极重的伤势，速度有所下降。我们5人分散逃窜，最后我拉罗夫英勇地摆脱了耶梦加德。特婶，天杀的米约尔就没那么好运了，他被肮脏的土著人一箭射中了大腿，行动不便，还没逃出100米就被耶梦加德生吞进了肚子。他没能英勇战死，死后只能掉入尼夫海姆和瓦尔哈拉无缘了。希望我别遇到可怕的耶梦加德。你这孬种，若是被吉神圣父惊到，即便战死也无法前往瓦尔哈拉。吉神圣父只需要英勇无畏之人，但若是能找到不老泉，即便不战斗致死也无所谓吧。拉罗夫，你确信船长的地图是对的？之前我也跟你们一样怀疑船长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但见到耶梦加的后，我确信了，船长的地图没有错，这里毫无疑问就是藏有不老泉的宝岛，也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利维坦和耶梦加的同时看守。太好了，传说中的不老泉就在这里。不过照目前的搜索进度来看，想要找到不老泉，或许还得很长一段时间。别的我们没有，唯独时间多的是。现在利维坦在深海守着，除非我们找到不老泉，不然根本没办法出海。好了，说再多也没用，都给我起来，继续搜寻。这几个大嗓门说话还真是毫不避讳。不过他们说的什么不老泉、吉神圣父、耶梦加德之类的，结合这座奇异荒岛，确实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感。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不敢想了，不敢想。不过更让我在意的是，船长的地图没有弄错。按照这句话的意思，维京海盗并非和我们一样是阴差阳错来到这里的，而是照着预定的航海线抵达。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只要获得他们口中的那份地图，或许就能找到准确的方向返回大陆。巫师大人，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刚刚他们所说的话。巫师大人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对了，我是因为购买了世界语言大全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巫神赐予我的智慧，让我能在短时间内学会任何语言。难怪巫师大人学我们的语言也这么快。没错，系统什么的和巫神也差不多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既然探查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先回去。关于维京海盗的事情，必须和杰西卡好好商量一下。回营地途中，秦风与尼克遇上被海盗围攻的卡塔3人，在秦风和尼克的帮助下，几人成功击杀海盗并回到了营地。秦风立即将自己遇上维京海盗的事情说给了杰西卡，同时从杰西卡口中得知，耶梦加德是北欧神话中一条能够环绕人世的巨大海蛇，利维坦则是一种类似于鲸鱼的邪恶海怪。随后又从杰西卡口中得知，目前拉达部落面临着严重缺食的问题。秦风与杰西卡商量片刻，最后将主意打在了海岛的粮仓上。第二天，杰西卡与秦风2人在部落附近发现了芋头，这让经历饥荒的拉达部落暂时得到了缓解。暂时解决食物危机后，秦风便号召整个部落开始造船，等他们找海盗借粮得手后，好方便整个部落迁移到荒岛的另一边。在之后，秦风让部落里手艺最好的艾鲁克斯帮助制作一些试管，自己则开始制作白磷，然后将白磷隔绝空气，加热到300度左右，便得到了红磷。利用红磷，秦风制作出了大量的安全火柴。最后便是制作最重要的王水，先是让白磷自然生成大量的白烟，顺着导管融入热水中，便能生成磷酸。往磷酸溶液中加入硝酸钾粉末后，让其在高温环境下持续加热，生成红棕色气体。最后通过冷却液化，便能收集到用于制作王水的硝酸。盐酸和硝酸都准备好了，王水需要现配现用。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累死我了，走，我们去看看造船那边的情况。2位大人，看看我们做的船吧，这已经是第6艘了。又做好了1艘，没几天就做了6艘，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呀。6艘这样的船，1艘承载6人，已经足够把部落现有的人都带回去了呢。船做得不错，不过考虑到还会有其他救回来的族人，我们还得再加几艘。
放心，包在我身上。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营救族人？快了，4天以后行动。4天后，秦风给部落每个族人都发了1盒火柴，并演示了使用方法，这让众族人直呼无数。随后，秦风挑选了7名战斗人员参与营救任务。好的，关于明天的营救计划就是这些了，你们都清楚了吗？明白。怎么在为明天的行动紧张？要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你还没下定决心吗？杀人的决心？还是瞒不过你啊，杰西卡。如果计划成功，不用对上海盗自然是最好，但一旦出现偏差，对上了海盗，杰西卡，你会怎么做？在对方没有动手之前，抢先一步杀死对方。即使在自然界中动物搏杀，丝毫的犹豫都会自取灭亡，更别说那些海盗，本就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人间恶魔。杰西卡，如果真的遇到敌人，我希望你能狠下心来杀死对方，我可不希望你发生任何的意外。我明。男人将手中的水倒在铁链上，斧头都砍不断的铁链竟然从中自行断开。一旁的族人惊呼这是巫术，可男人并不会什么巫术，而这一切都是科学的力量。该死的，这鬼天气竟然还要我们在外面站岗！知足吧你，去外面搜寻的小队可比我们惨多了。光神光，不老泉，一定是不老泉！快去告诉船长大人。这么亮的光，肯定会吸引不少鱼儿吧？来吧，让我看看今晚谁是鱼儿，谁是捕手。可惜，原本以为将手电筒绑在沙雕身上，手电筒发射的光柱对于维京海盗来说很是奇怪，可以将他们全都引出来。没想到还有20多人没上钩，不过至少他们已经被吸引到了营地正门，现在后方守备空虚，机不可失。你们2个留在这里，望远镜也交给你们。如果我们行动时出现什么意外，你们负责提供远程掩护。明白。尼克、卡塔，我们3个从后面摸过去。这围墙太高，我们2个先一起把卡塔送上去，然后……然后呢？然后个鬼啊！然后这围墙目测也有3米高，竟然直接跳过去了。估计这丫头也有办法。到底你们是巫师还是我是巫师啊？我可不能被看遍了。很好，跟我预想的一样，营地后方没有人，这里应该是营地的西南侧。跟我来。巫师大人怎么不走了？前面应该就是关押族人的地方了吧？之前观察的时候，这前面应该会有2个看守牢房的守卫，不知道是不是也去追宝物了。没时间犹豫了，拖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也是，走。尼克，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快走，小心被他们发现。父亲，放心，巫师大人有办法救你们出去。巫师大人，卡塔，你先去把一下风，我来调配王水。看你的了。王水要按照3份浓盐酸和1份浓硝酸的比例配置，步骤很简单，却需要异常小心。浓盐酸和浓硝酸都是腐蚀性极强的液体，若是滴到皮肤上，就算利剑白骨都一点不夸张。制作王水，奖励1000积分。配好了，你们先看我做个示范，都站开一些，千万别碰到这液体。这巫术真的是巫师大人！大家快点把手链和脚链伸过来。卡塔、尼克，你们用剩下2瓶把其他2个笼子的人救出来。全员都解开了，我们快走。上升，我们暴露了。海盗突然朝着牢房那边移动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有巫使大人涂上了巫妖的木剑，遵照巫使大人的原话，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粮仓起火了！这可是我们准备过冬的食物，快救火呀，不然大家非得饿死不可。拉罗夫，你带1队人去灭火，其他人不许擅自离开，都跟着我过来。是。船长，我可是极为擅长捕鱼的，哪里是诱饵，哪里会有鱼儿出现。心里明镜似的，各位，现在就是收网的时候了。这些维京海盗比我想象中要更聪明啊！能轻松翻越围墙的卡塔和尼克果然是特例，再加上这些拉达族人长期被关押，身体虚弱，翻围墙的速度根本快不起来，看来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既然你们非要拼个你死我活，那我也不会留手了。那家伙凭空变出了火焰，有个冒着火的东西飞过来了。就凭这土制炸弹的威力，肯定对付不了所有海盗，只希望这炸弹能震慑住他们。小心！经过秦风几人的一番苦战，最终秦风利用自制的闪光弹和烟雾弹成功从海盗营地逃了出来。一伙人有惊无险，终于在第2天成功抵达海边。休整一番后，9艘船趁着夜色往荒岛的另一端驶去。终于在第2天下午，众人来到了秦风所在的营地。什么声音？大家不用怕，
那是我的宠物而已。欢迎大家的到来，拜见女巫大人。女巫，我好了，大家先进去休息吧。之前让沙雕提前回来，只是告知了叶灵我们今天就能到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提关于巫师的事。秦风，怎么了？安排族人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可别让人家久等了。叶灵，这么久也不给我报个平安，我一直都在担心，要是你回不来了怎么办？抱歉，让你担心了。不过平安回来就好。我回来了。拉达部落现在有47人，加上我们3个正好50，这个人数已经远远超出了营地的承载能力。大家坐着躺着还好，要是活动开来，绝对要人撞人了，而且也会挤压到憨皮、沙雕和小白的生存空间，扩建营地迫在眉睫。2位完事了，我再去做点炖肉。轮到我了吧？原来刚才都被杰西卡看到了，果然不愧是你。谢谢你，杰西卡，不管是陪我前往拉达部落，还是在必要的时候帮我解围，多亏你，大家才能平安回来。客气了，我的大英雄。拉达部落来到秦风这边休整1夜后，第2天早饭过后，所有拉达族人均等分成了3队，一队跟着秦风前往竹林砍伐竹子，用以建造过夜的竹棚；另一队则是跟着杰西卡前去河里捉鱼，剩下的则是和叶灵待在营地里，负责营地相关的杂事。当晚，他们举行了巨大篝火晚会，用来庆祝。叶灵，我们也去跳吧。May I sit next to you? You can speak English? Yes. 巫师大人，族长，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呢？哈莫尔，这是族长和巫师之间交流用的特殊语言，只有当上族长的人才会在冥冥中得到巫神的教诲。原来如此，那在下就不打扰2位了。族长，你的英语是？不用那么紧张，我只是见到巫师大人用的火柴和打火机，想要确认一下而已。我的英语嘛，自然是跟英军学的。英军？对了，叶灵说过拉达部落曾与驻扎在也门的英军有所往来，如果是部落的族长负责与英军交流，那怕送会英语，甚至见过打火机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巫师大人对拉达部落的大恩大德，我作为族长代表大家在此谢过了。族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应该也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巫师了吧？最开始听到您巫师的名号时，我也心生疑虑，但是这几天的相处让我改变了想法。巫师是指引我们部落，让我们得以生存的存在，拯救了我们部落的你，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巫师。族长严重了，我也只是在能力范围内出了自己该出的那份力而已。不，如果不是您，拉达部落可能已经灭亡了。我们将永远坚定而虔诚地追随您。不知巫师大人之后有什么打算？我的计划是。第2天，秦风再次将人群分为3队，一队负责烧制陶砖，2队负责收集贝壳，3队负责将营地周围的树木清理掉。之后，秦风将贝壳粉煅烧过后和沙子混合，加入一定量的水搅拌，便得到了石灰砂浆。用石灰砂浆就能把砖头砌成房子。而此时，荒岛另一边，维京海盗一直在寻找着他们的下落。拉罗夫，我记得你说过，土著曾经躲进过白雾对面，是吧？是的。你确定？确定，船长，我确定。您说会不会是那帮土著人喝了不老泉，有了神力的加持，所以才能穿过这死亡迷雾？很有可能。差点就得被扔进白雾里了。我们来到这荒岛不到1年时间，还没有经历过冬季，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若是气温过低，降雪过大，贸然前进确实很容易遭遇危险。先回去备战凛冬。是。秦风在教会大家烧砖后，又教了大家如何制作玻璃瓶，为了在冬季之前制作出足够的罐头，然后又设计了新的营地规划图。随后，秦风又带着部落的战斗人员去捕捉野猪进行圈养，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营地升级，奖励5000积分。可以，没想到这次营地升级奖励这么丰厚，加上之前得到的积分，现在总积分已经超过13000了，足够购买一个天赋了。营救拉达族人一事，让我明白了自身实力的重要性。就迅捷猎豹和射手赐福这2个天赋来说，在逃跑游击方面，没人是我的对手。可一旦遇到不得不正面对抗的情况，这2个天赋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所以我需要一个能够全面提升正面对抗能力的天赋。这个不错，这个也很好。哇，这个好棒，好想全都要啊！我还是像之前一样先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吧。秦风，你快过来看！一天时间，你们就产出了50多个罐头。等再过几天，大家工艺更熟练，出品率更高，我们还能日产更多。怎么样，我们厉害吧？厉害！看来我们是时候开始制作过冬用的水果罐头了。有了罐头后，秦风立即开始了水果罐头的制作。相对于其他制作工艺来说，制作水果罐头显得尤其简单。食物的问题解决了，是时候去火山一趟了。
各位听好了，等寒冬过去，白雾散尽，维京海盗很有可能会侵入这半边岛屿来。现在我们除去老幼，能出战的人数满打满算不会超过40人，和对方200多名海盗相比，这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我们在武器配备上更是差了一大截，能获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今天我打算带你们去火山寻找铁矿，提升我们自身的装备，尽可能缩小彼此的差距。有了铁，我们就能打造出铁制刀具，届时大家在战斗时就不会因为担心武器损坏而束手束脚。如此一来，战力必定会有很大的提升。好，尼克、卡塔、拉格纳，你们3个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巫师大人。是，拉格纳誓死保护巫师大人。放心吧，那个地方我去过2次，只要小心点，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咱们只是去挖个矿，别搞得像奔赴战场似的，别到处立 flag 呀。秦风，路上小心，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想你的。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经过1天的跋涉，秦风带着众人再次来到火山。经过众人不断的开采，终于发现了秦风需要的黄铁矿。直到第7天，众人才开采了足够多的黄铁矿，这才拉着黄铁矿返回营地。返程途中，秦风等人遭遇了剑齿虎的伏击，秦风不得已购买了新的天赋猫的反应，这才有惊无险的和众人击杀伏击的剑齿虎，直到凌晨时分才安全回到了营地。睡了10几个小时，肚子都饿了，先去厨房找点好吃的。剑齿虎，怪不得憨皮身上有那么多的伤口，还好上次我们没有遇到。说明我们运气还是很好的。如果当初我们第1次去火山时就遇到那4只剑齿虎的话，即便有憨皮在，也得嗝屁。对了，营地的升级进度怎么样了？我看这厨房就不错，除了还是使用木材外，现代厨房该有的东西这里都基本配齐了。设计图中规划的8大功能区包括休息的起居室、吃饭的厨房、洗漱的卫生间、圈养牲畜的养殖场、炼制化学药剂的实验室、制作各种东西的手工室、高温作业的工匠室和储存各种物资的仓库。现在已经修建好的有起居室、厨房、卫生间、养殖场和专门给憨皮建造的房间。至于其他的功能区，负责修建的族人也是日夜赶工，很快就能竣工。水果罐头的制作在你们离开后的第3天中午就完成了，因为能够摘取的菠萝和葡萄已经被采摘一空。不过过冬的食物我们还在继续收集。围炉每天都会带队出海打鱼，怕送他们在竹林发现了野鸡，便像圈养野猪一样把它们圈养了起来。这些天天气骤降，我带领着部分族人正在缝制御寒保暖的寿衣和鞋子。做得很好。对了，从今天下午开始，除了负责食物小队的人，让其他的族人先放下手上的工作吧。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我们要开始制作来了，秦风要结婚了，第一个老婆竟然是尼克这个小萝莉。秦风拉回黄铁矿的第2天，便召集所有族人进行了钢的炼制，最后由艾鲁克斯进行刀身的打造。就这样，荒岛上的第1把唐横刀被成功锻造出来。为了测试唐横刀的威力，秦风让尼克与卡塔分别持唐横刀和海盗的武器进行切磋。2人交手没几回合，卡塔手中的海盗武器便被尼克斩断，这让所有族人都兴奋不已。果然，维京海盗的武器都是用生铁做的，毫无韧性可言，根本没办法和唐横刀硬碰硬。但这情况仅限于刀剑的范围内，像斧子一类的大型武器，两边的结果应该都差不多。现在我们部落里应该属尼克最强了吧？不对，应该是巫使大人。那一天晚上，巫使大人一瞬间就杀死了2只剑齿虎。好想看巫使大人和尼克对决啊！或许可以试一试。对决！巫使大人，您说这话是真的吗？我想试试。若是之前，我可万万不敢挑战尼克，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有了猫的反应，我有信心在尼克手下游走几个回合，甚至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我很好奇这天赋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变化，是否能让从未有过战斗经验的自己与那些刀口舔血的海盗正面对抗。尼克，到时候你不用有所顾忌，保持和卡塔对战时的状态就行。是。双方经过一番战斗，最终秦风在迅捷猎豹和猫的反应双重 buff 加持下，成功战胜了尼克。巫使大人太厉害了！看吧，我就说巫使大人是最强的，侥幸而已。巫使大人，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尼克举办婚礼呢？啥？和尼克的婚礼？择日不如撞日，走，我们去给巫使大人准备一场盛大的婚礼。等等，这什么情况？我怎么就和尼克有婚礼了？你不知道，在拉达部落，男子对女子发起挑战，被视为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求婚。若是获得胜利的话，则视为求婚成功。这单方面的意愿对尼克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怪不得尼克刚才的反应有些奇怪，原来是这个原因。不，拉达部落的每个女子都希望有一个比自己强的丈夫，而且拉达族人都以服侍巫神为荣，而身为巫使的你就等同于巫神呀。不是这个，
那个所谓的求婚能不能作罢？巫使大人和族长在说什么呢？听长老说，那是能够和巫神交流的巫语。巫使大人，您是觉得尼克不够可爱？这不是可不可爱的问题，好吧？两个都已经快要打起来了，再加一个，那岂不是要起火？尼克明白了，尼克果然没有资格成为巫使大人的妻子。尼克等会就离开部落。怎么会呢？刚才巫使大人指示。父亲，你不用再说了。虽然尼克听不懂巫语，可从巫使大人的脸色神情，尼克已经明白巫使大人的心意。尼克要离开部落，难道巫神抛弃了尼克？可刚才巫使大人不是还挑战尼克吗？被巫神抛弃的人绝对不能留在部落里，否则的话定然会招来灾难。我去，这啥规定呀？在巫使大人获得胜利的那一刻，尼克就已经是巫使大人的伴侣了。现在巫使大人不愿履行婚约，这就相当于尼克被巫使大人抛弃了，也就是被巫神抛弃了。这大家放心，巫使大人并没有说尼克没有侍奉巫使大人的资格，只是巫使大人为了保持和巫神沟通的巫力，每3年才能娶1名妻子。因此，从今年开始算起，巫使大人还得过2年的时间才能娶1名妻子。编，你接着编。所以在尼克成为巫使大人的妻子之前，巫使大人得先娶了月灵妹妹，然后是我，最后才能轮到你。巫使大人是担心让尼克等太久了，才会露出那种表情。这是真的，巫使大人不是不要尼克了。当然是真的，尼克这么可爱，巫使大人怎么会不喜欢呢？喂，这发展不对吧？对吧，巫使大人？啊，这个对，是这样的。眼下只能先按照杰西卡的剧本蒙混过关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怎么样，高兴吗？我觉得可以有个奖励。别，先欠着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没事，我先走了，画设计图去，赶紧撤，这杰西卡太难搞了。对了，尼克以后要不要也搬到山洞里跟我们仨一起住？不用。乌龙事件后，接下来几天，艾鲁克斯一直在为大伙打制兵器。除了专门负责建造和搜寻食物2队人马外，叶灵又组织了第3队人马，专门负责缝制抵御严寒的毛皮寿衣。很快，秦风等人就迎来了在荒岛上的第1场雪。虽说现在我们的武器得到了大幅提升，比维京海盗略胜一筹，但维京海盗人数众多，正面交战胜算渺茫，唯有这火绳枪制作出来才能有一战之力。不过纵然火绳枪再怎么原始，对于枪管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枪管必须笔直平滑，否则一旦卡弹炸膛，那无异于自杀。因此仅凭记忆来制作枪管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依靠车床，难就难在这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我去，这么大雪，这下真的是要被吹成傻逼了。我去，啥情况？只见所有族人都围着一个个火炉取暖，而木柴燃烧散发出的浓烟飘荡在屋内，无法散去。你们这是被烟熏的？实在是太冷了，大家只好在屋内烤火。秦风，我要抱抱。没想到还未入冬就这么冷，等到了12月份还得鸟。看样子我们得开始制作木炭了。为了解决族人冬天取暖的问题，秦风决定开始制作木炭。由于担心憨皮，3人来到憨皮的住处，发现憨皮和沙雕正在呼呼大睡。难道憨皮这是冬眠了？熊猫是恒温哺乳动物，按道理是不会冬眠的。不过，使熊猫和熊猫虽有血缘关系，但毕竟是不同的物种，生活习性有所不同也不奇怪。相比他们，我们更应该担心自己吧。憨皮和沙雕在这荒岛上已经生活有些年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里的冬天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气候交替而已。说的也是。第2天一早，秦风便指导族人制作起了木炭，随后带着艾鲁克斯等几人来到了山洞。你要制枪？枪？卡塔用的那种吗？呵呵，此枪非彼枪，我们要做的是一种火枪，一种与弓箭类似，却比弓箭强横10倍的武器。比弓箭强10倍？巫使大人，这就是您说的神器，好像结构也不是很复杂，我怎么没看出来它杀伤力在哪呢？呵呵，这里还差了2样东西，子弹和火药。子弹和火药，原来如此。你知道？不知道。巫使大人，你是想让我把这叫火枪的东西做出来？是的，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能打造出笔直光滑的枪筒，我们还得先造车床。上帝，我们这是一口气跨越了上千年，要步入蒸汽时代了。嘿嘿，既然有了铁，我们当然是要来个大提升了啦。这车床对零件精度要求肯定很高，模板的十分精细才行。这么大的工作量，光艾鲁克斯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最好能找一个心灵手巧的人。行了，这人不就是你吗？这设计，这结构也太巧妙了吧！虽然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但真是太厉害了。巫使大人，您简直就是工匠之神啊！没那么夸张，艾鲁克斯，你都弄懂了吗？
没有，还差得远呢，我要再好好研究研究。没关系，你可以把图纸拿回去慢慢看，只要你能把单个部件都制作出来就行。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第3天，木炭终于烧制成功，让营地里是一片喜悦。众人把烧好的木炭搬往储存室，准备开始第2次烧制。叶林和艾鲁克斯则是立即投入了车床的制作，秦风则是叫来卡塔和另外2个青壮族人做起了子弹。日子就这样又过去几天，营地建设终于全部竣工，秦风也顺势给大家放了几天的假，这让族人们好不开心。这是什么声音？是狼啸声，从声音来看，至少有20几头，而且离营地不远。我出去看看。巫使大人，又是冬季受潮。听声音，他们好像离这里很近。有巫使大人在，我们不会有事的。冬季受潮，以往的冬天，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吗？有，一到冬天，这些野兽就会异常活跃，甚至冒死闯进部落里偷吃的。不过都是三三两两，没有这么张扬就是了。说起来，今年的冬天比以往要冷得多。也许过冷的天气导致狼群无食可吃，他们饿到了极点，只好全体出动，冒死袭击我们的营地了。如果真如杰西卡所说，那将会是一场灾难。营地里除了少数的战士，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孺。若是被狼群盯上，后果不堪设想，不能坐以待毙。尼克、卡塔，你们几个跟我走，无论如何不能让狼群接近营地。宋帕族长，这里就交给你了。放心吧，秦风，你们要小心。不说卡塔和尼克2人拥有超强的战斗力，拉格纳和波库马也是经验丰富的战士，再加上钢铁兵器的加持，我们一定能击退狼群。几人很快就接近了狼嚎声附近，发现竟是狼群与剑齿虎群碰到了一起，双方大战一触即发，眼看狼群就要落败。为了让2个兽群两败俱伤，秦风几人在暗处放了暗箭支持狼群，可狼群为了守护又在再次落入下风。见此，秦风立即带着众人加入战场，有了新武器的加持，几人很轻松地将剩下的剑齿虎给。巫使大人很善良呢。我不善良，可你放走了狼群。巫使大人是想保护那些狼崽才冲出去的吧？我只是为了生态平衡、食物链平衡，你们才是真的善良。无尽的索取会让大地之灵愤怒。卡塔说的对，哈哈。其实放狼归山终究后患无穷，从理性上来说，将野狼全部杀死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毕竟这一次狼群出现在营地附近，就会有下一次。可是面对那几只小狼崽，我实在无法下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算了，就任性这一回吧。秦风，你没事吧？不但没事，而且是满载而归。你们看，哇，是剑齿虎，可惜没有活着的。呵呵，活的给你，你敢要吗？好了，今天算是虚惊一场，但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野狼和剑齿虎原本都是在平原那边活动的，现在看来他们已经穿越森林来到了这边。和森林比起来，平原的食物就要少得多。下雪之后，食物越发难找，他们为了填饱肚子，长途跋涉来到这边也不足为奇。随着天气越来越冷，类似的情况也会越来越频繁。我建议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轻易外出了。我赞成，按目前的食物储备，即使不出去，撑过冬季也没有问题。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封锁营地，并挑出一些人手，3班党昼夜驻守，以免被野兽偷袭。接下来的几天，所有人除了吃就是睡，都在无聊的日子中度过。耶，终于完成了。车床的模具都做好了。是的，太好了。拉格纳、阿姆巴、卡塔，快点召集大家，我们要大干一场了。将所有人召集过来后，秦风立即组织众人制作起车床零部件。在众人的见证下，荒岛上的第1台蒸汽机床就此诞生。成功运转后，秦风立即开始火绳枪的制作。巫使大人，这就是那什么枪吗？没错，这就是我们对付海盗的秘密武器。宿主制作火绳枪，获得5000积分。太厉害了，这就是名为火绳枪的巫具吗？连盾牌都被击穿了。雷鸣般的声音，这威力比弓箭强了10倍不止吧？没看见，根本没看见子弹是什么时候射出去的。这种速度，就算是有能挡下子弹的盾牌，也来不及反应吧？好了，大家都看清楚火绳枪的制作方法了吧？接下来大家听从艾鲁克斯的指挥，一起来制作火绳枪吧，越多越好。是巫使大人。秦风，你守着3个美女不用，却躲在这里自己解决，我可以帮你哦。不是你想的那样。开玩笑的啦，你这是在设计陷阱。是的，等白雾一消散，海盗肯定会穿越沼泽地过来搜寻我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就在那里将他们一举歼灭。真不愧是我片上的男人，发起狠来都这么懒。对了，叶灵他们的踏雪板做的怎么样了？我来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
这简直太神奇了！艾比艾如竟然站在了雪上。雪是真的，这就是被称作踏雪板的武器。这是因为踏雪板增加了受力面积，分摊了身体的重量，减轻了压强，人自然就不会陷进积雪里了。巫师大人，到时候按照重量的不同，做3到4种尺寸的应该就差不多了。直到11月中旬，150双踏雪板终于完工，平摊下来每个人都能够拿到2双，余下的作为备用。76支火绳枪，装备能上战场的30人也绰绰有余了。到11月底，秦风带领战斗人员前往沼泽。根据之前的计算，11月底、12月初沼泽地的白雾就会消失。海盗一发现这情况，就一定会带人马过来。也就是说，最多不超过10天，我们便会再次相遇，决一死战的时候到了。到了。这沼泽地怕不是独立于荒岛之外的存在，外面已经冻雪凝冰，这里却是闷热无比。这里一向如此，不论是什么时候。大家先简单休息一下，半个小时后开始搭建营地。休息过后，秦风一行人便开始搭建帐篷。当帐篷全部搭建好后，天已经黑了。卡塔，明天你带领10名族人前往指定的地点布置陷落式陷阱。拉格纳，明天你们砍伐树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到远离陷阱的地方砍伐。另外，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砍太多，留下过于明显的痕迹。剩下的人则是跟着我布置暗攻陷阱。现在大家睡觉。第二天，秦风一行人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陷阱计划。该死！这种带菜鸟放哨的事情怎么会落到我拉罗夫头上？这鬼地方蚊虫多不说，水汽还重，他娘的连帐篷里的被子都是湿的！快回去告诉船长，白雾散了。白雾散了，今天早上刚散，我们就紧忙跑回来了。这是赏你们的，通知下去，让船员做好准备，明天即刻启程，穿过沼泽。是。这一次一定要将不老泉拿到手。耶梦家的不会突然出现吧？闭上你的乌鸦嘴！看到边界了。果然和船长说的一样，在白雾消失后，耶梦家的也被放逐到了另一个世界。所有人继续前进，确保在太阳下山前找到干燥的地方搭建营地。那群海盗竟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沼泽，大蟒蛇呢？估计是冬眠了。本想着维京海盗在穿越沼泽的时候会遭遇泰坦蟒，落个伤亡惨重，甚至团灭的下场。现在看来，还是尽早抛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比较好。不过也是，蛇是冷血动物，虽然沼泽地并未结冰，但整体的温度下降了不少。泰坦蟒怕是早就躲起来过冬了。泰坦蟒没有出现更好，那我们就能用自己的双手为死去的族人报仇了。海盗的位置现在是在这里，到时候我们先借着夜色悄然摸过去，尽可能的击杀敌人。一旦子弹打空，就立即朝着最近的陷阱撤退。记住了，我们这一次夜袭的目的是以最短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削弱敌人的力量，千万不可恋战。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维京海盗刚来到这里，戒备心定然很强，我们先好好休息，今晚凌晨再动手。当晚，秦风等人按照计划对敌营进行突袭，但还是被狡猾的海盗船长发现了踪迹。卡塔和秦风2人与海盗船长进行一番恶战，饶是做了充分准备，2人也很难是海盗船长的对手。好在族人的帮助下，秦风与卡塔2人摆脱海盗船长的围堵，并将海盗众人成功引向了陷阱所在地。然而，当海盗船长发现陷阱后，立即吹响号角，让所有人都撤离。我这边死于陷阱的海盗大概是7、8人，我这边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也是。那也就是说，算上被火绳枪击杀的，我们一共干掉了维京海盗差不多80人左右，将近1半的人数。只可惜海盗太谨慎，一察觉到不对劲就立即撤退了，否则我们还能杀死更多。经过这次之后，海盗已经知道这片森林被我们布下了陷阱，将会变得更加谨慎，想故伎重演感觉很难了。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一网打尽，而是不断削弱他们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依然保持不变，还是以游击骚扰的方式为主，只要他们敢追出来，就把他们往陷阱的方向引。从脚印的痕迹来看，他们应该刚走不久。他们前进的方向好像是平原。我们该怎么办？平原上我们可没有布置陷阱，要是他们真的离开了森林，那我们就一点办法没有了。脚印整齐有序，应该不是匆忙间离开的。如果真的想逃走，应该有时间打扫痕迹才对。可现在这些脚印就好像是故意留下来的一样。波库马、波哈马，你们2个跟我走，其他人原地待命。你们2人去试探一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不管是否成功引诱，你们都要立即往最近的陷阱撤去。我在那里接应你们。是。波库马和波哈马2人身形灵活，而且都是弓箭手，能够在100米之外取人性命。即便是被维京海盗发现，也不用担心陷入危险。格里姆，有小老鼠跟上来了。哪里？虽然不清楚他们具体在哪，
但我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视线，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出现。哇，是那群该死的土著人！这不就来了？小心是弓箭手。他们只有2个人，不要怕，一起上。站住！所有人给我回来，撑起防御，保持原有队形，继续前进。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不论是谁，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许脱离队伍。看样子，维京海盗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意图，再怎么引诱都没用了，得赶紧前往平原边的雪山，做好新的部署才。他们果然来了，不过比我们慢了不少。他们物资众多，前行的速度自然比不了我们。巫使大人，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生火做饭，真的没问题吗？放心，维京海盗现在就是惊弓之鸟，即便被发现了，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平原周围的森林都布下了陷阱，我们这么做是在引他们上钩。雪原上没有能够躲藏的地方，一现身就会被发现。若是海盗一直龟缩在中央，我们岂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呵呵，如果他们的食物无穷无尽的话，他们待在雪原中央，貌似非常安全，实则不然。当食物消耗殆尽之时，他们必然要派出小队冒险进山打猎，而我们只需待在周围的密林里，居高临下，静观其变，守株待兔就行。正如秦风所料，海盗们在第2天就组织了4支狩猎小队。秦风几人立即按照计划成功猎杀了其中一个小队。然而还没等秦风高兴多久，其他3个方向竟传来了号角声。通过沙雕的视角，秦风了解到了另外3支海盗小队的情况，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陷阱。这些小队竟是用来确定他们位置的诱饵。海盗船长确定了秦风等人的位置后，立即让所有人将巨大的号角对着秦风的方向猛吹起来。巨大的动静立即引来了雪崩。关键时刻，秦风想出办法拯救了大家。也就在这时，海盗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这边赶了过来。就在秦风打算让众人穿上滑雪板离开时，之前秦风曾救过的黑狼带着狼群出现在了秦风等人身后。这么厚的积雪，土著人的尸体都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得找到什么时候？别废话了，早点找到，早点回去，我可不想在这山上过夜。喂，那边好像有血迹，这脚印应该是狼群留下的。那群土著人的尸体被路过的狼群发现，然后拖走了。巫使大人，维鲁他怎样了？万幸，虽然维鲁身上有不少伤口，但都是皮肉伤，不会危及到他的性命。相信休息一段时间后，维鲁就会自己醒来。那就好。真不愧是巫使大人，竟然能召唤狼群作为帮手。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这是狼群报恩来了，真的是多亏他们，否则不但维鲁会没命，我们也会落入海盗的包围。这也是因为巫使大人的善心，不是吗？若不是当初巫使大人出手帮助狼群并放他们走，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了。巫使大人，我们到了。算上维鲁，一共有5名族人失去了战斗能力，眼下我们还有27人。没想到竟然会遇上了雪崩，我们的运气实在太不好了。这并不是运气的问题，这次雪崩是维京海盗他们引发的。难道他们借助了大地之灵的力量？并不是，是声音。巨大的声音会将山顶上的积雪震落，从而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大片积雪坍塌，最后形成了雪崩。可附近那么多的山，海盗怎么会知道我们藏在哪边？还是因为声音。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雪崩之前我们听到的3个号角声？我明白了，那4支海盗小队实际上是为了确认我们位置而放出的诱饵。我想那4支海盗小队身上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吹响号角。如果哪支小队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吹响号角，这就证明了那支小队遇到了我们，从而确定我们的位置。怪不得每支海盗小队都是15人，原来这一切都是计算好的。这个人数必须得我们所有人一起动手才能吃下。这么一来，就能保证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地方，从而一网打尽。竟然将自己的同伴作为诱饵，真是可怕的敌人。比起这个，我更担心我们接下来的计划能否成功。那可是能猜透我们的行动，并拟定相应对策的敌人，说不动。之前是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去提防已经死去的人。痕迹在这里分开了，要是一个个找的话，估计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说不定在这段时间，那群土著人会被狼群吃个一干二净。这样的话，不老全救。所有人分开寻找，找到一具尸体，奖励200金币；找到那个特殊的年轻人，奖励1000金币。在金钱的诱惑下，海盗们兴奋地沿着脚印追去。很快，他们就发现几只狼正拖着一个尸体。海盗们嗷嗷兴奋地冲了过去。然而，就在快要接近时，突然掉落了陷阱中，而原本躺在地上的尸体，此时却缓缓站了起来。海盗们这才意识到上当了，可为时已晚。此时，其他地方正发生着同样的情况，而秦风与卡塔以及黑狼头领则在等着海盗船长的到来。双方经过一阵激烈的大战，最后在付出战死3名族人和部分狼的代价下，秦风等人终于歼灭了全部海盗。真的有那么神奇吗？那个叫汽车的东西，完全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呢。走了，去迎接秦风他们。哎，
你也有那种感觉，对吧？我们总算能安心的准备修建船只了。这可不一定。前天负责值班的艾鲁克斯似乎在营地附近发现了野狼的身影，而且其中还有一只全黑的。野狼？难道他们跟过来了？他们？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全身黑色的狼吗？真想看一眼，肯定很帅气。照这么说，不用理会他们了。先确认一下再说吧。当晚，秦风与憨皮拉着一头猪前往狼群所在地，果然不出秦风所料，正是帮助过他们的那群狼。秦风本打算利用奴兽印收服黑狼，可系统却提示黑狼未驯服，无法使用。无奈，秦风只好尝试着与黑狼交流起来。第二天，秦风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所有族人。过几天，我打算去维京海盗的营地，将他们的物资全部带回来，所以委托了狼群帮忙。接下来几天，营地里又开始忙碌起来，所有人都着手准备雪橇和牵引绳。到了与黑狼约定的当天，黑狼带着狼群准时来到营地，一切准备就绪后，秦风一行人再次出发前往海盗营。来了！秦风等人终于发现了荒岛秘密，荒岛神秘的面纱正慢慢被秦风揭开。在狼群的带领下，众人很快便来到了沼泽地。令他们惊讶的是，此时迷雾仍旧处于消失状态。我记得你们说过，沼泽里的迷雾是季节交换之际才会消失的吧？冬季也是如此吗？冬季也不例外，而且时间最长不会超过3天。像这次消失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自白雾消失那一日起到现在，少说过了10天时间。按理说白雾早该重现才对。会不会有着我们不知道的规律？比如说，每几年时间白雾就会长时间的消失。要是永远消失就好了。尼克所说的不无道理，毕竟拉达族人在这岛屿上的时间不过3年，若是每4年白雾便会长时间消失一次的话，尼克他们确实发现不了。不过现在纠结这点也没用，当下最重要的是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到维京海盗的营地。如果不想今晚露宿野外的话，我们最好继续赶路。有了狼群的帮助，秦风一行人在下午就抵达了维京海盗的营地。出于对维京海盗的仇恨，拉达族人并没有住海盗们的帐篷，而是选择在旁边搭建起帐篷。直到天黑，众人才将帐篷都搭建完成。大家在找到物资后，记得分类放好，千万别一股脑堆在一起。明白。呵呵，船长，以你那谨慎的性格，所住的帐篷应该是最不引人注目的那个吧？不过介于之前的夜袭，我想你应该又会反其道行之，明目张胆的将自己的帐篷弄成最容易让人怀疑的。比如说这个。宾果，船长，你这波只把我想在了第1层，但是实际上我在第5层。我去，船长的身家还真不少呀！这一箱东西的价值已经赶上我1个亿的小目标了。不过在这里就是些破烂玩意儿，我之前在河里还捞了一大堆呢。这是什么？藏宝图？这一个爱写日记的海盗头子，有意思啊。根据历史记载，维京海盗对西方的第1次入侵是在公元8世纪末。从这日记里所提到的内容来说，索蒙森他们应该就来自这一时期。从日记来看，索蒙森也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雨后才来到了这座荒岛的。这一点和我以及杰西卡一样，索蒙森怕不是将这座荒岛当成了地图上标记的岛屿。不过让人更在意的是，在日记里提到的那枚戒指，神的戒指。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把玩着神的戒指。那戒指上虽然遍布着细密的裂痕，但依然是那么的美丽诱人。我从未见过如此干净透彻的宝石，而且这戒指似乎能感应到我迫切的心情。今日竟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在那其中有着来自神域的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和我们的文字完全不同，是那么的精巧而美丽。而且那光芒也只持续了短短的片刻，因此我只记住了其中最简单的2个符号，我把它们描画了下来。这是，一定要把那戒指找出来。或许我快要接触到了这荒岛背后所隐藏的最大的秘密。忙活了一整晚，秦风他们几乎把整个海盗营地给翻了个底朝天，有用的没用的全都搜刮一空，就连帐篷上的兽皮都给扒了下来。在离去之前，更是一把火将整个营地给烧了个干净。任务完成后，黑狼便带着族群离开。秦风一再邀请他们留下，可惜都被拒绝了。羊肉是羊肉，而且还有麦芽酒。这2种食物都是荒岛上所没有的，应该是此行最大的收获了。巫师大人，这些东西要放呢？里面装的是什么？哇，是小麦，竟然还有小麦！这才是真正的宝藏。我仿佛闻到了小麦面包的香味。巫师大人，这东西有什么用吗？啊，你们本是沙漠居民，应该没见过这种东西。这是一种能吃的食物。能吃的？呸！我还没说完，吃之前得去皮煮熟才行，否则根本无法下咽。最重要的是，这麦子能循环再生，只要种植得当，从此以后我们将再也不用为食物担忧了。这就是日记里提到的那枚戒指。对，很漂亮，而且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科技感。接下来你们可别被惊到了。这太神奇了！这是3D 投影，
不，这是理论上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3维图像的真全息投影技术，远不是市面上那种借助了全息膜或者是雾幕等介质来实现的伪全息能够比拟的。换句话说，这介质里所蕴含的科技，可能已经大大领先于我和叶灵所属的时代。只可惜这屏幕上都是看不懂的乱码，不然的话，我们或许能从中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21世纪的科技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了吗？好像亲眼看看那个时代的样子。实际上，这屏幕是翻页的，除了这一页外，还有其他的页面。不过因为介质损坏，大部分页面都是一堆乱码。不过也有完好的，比如说眼前的这个地图。这难道是这个荒岛的样子？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感觉这岛屿的轮廓有点熟悉？看样子你也察觉到了。难道说并不是你的错觉，我第一次看了也大吃一惊。你之所以会感觉熟悉，是因为这荒岛轮廓和宝岛很相似。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毕竟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地形截然不同，而且荒岛远没有那么大。我无意中发现这地图有放大和定位功能，而当我将其放大后，我发现了这么一条路线。这是指引吗？是不是指引我不清楚，但对面半岛里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比如说这个。亲上了，亲上了！秦风与叶灵终于亲上了，这给各位看官老爷等的可真不容易啊！为了解开荒岛的秘密，秦风将阿达族长他们都叫来了山洞。怎么样，有见过吗？我记忆里并没见过这样的房子。尼克，你有见过吗？没有。不过这个位置好像是天坑所处的地方吧？这么一说的话，这确实是天坑所在的地方。可我记得天坑附近并没有什么房子呀。天坑？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大坑，一个贯穿岛屿的大坑。大坑？可地图上并没有什么大坑呀。本该是建筑群所在的地方，却有个大坑，这会不会是建筑群消失后留下的？看样子，等冬季过去后，我们必须得去现场看看。之后的日子，所有人都休养生息，日子过得是既惬意又舒服。秦风在恢复的差不多后，没事就带着憨皮去森林找黑狼群吹水打屁强拉感情，还给黑狼取了个白眼狼的美名。在秦风的插科打诨下，黑狼群来访营地的次数也是多了起来。一开始，狼群只是在营地附近活动，之后过了小半月，黑狼群逐渐靠近营地，结果被艾比、艾露几个小孩子发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巫师大人让我做这个叫磨石的东西，就是为了把小麦磨成这种细细的粉末吗？这种用手工磨出来的麦粉，感觉有点粗糙呢。所以我们得再磨几次，将面粉打细后才能擀成面皮。面粉都准备好了吗？中午之前就能搞定。那抓紧了，今晚我们吃饺子。巫师大人今天的心情好像很不错呢。自从解决了海盗之后，就很少见他笑得这么爽朗了。应该是今晚要开宴会的缘故吧。巫师大人，那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难道是烟花？烟花？今天是大年30，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大年30，我每一天都计算着。不知道家里的爸妈怎么样了？别想太多，他们现在过得肯定比我们好，没准正在美美的吃着年夜饭呢。结果我们稍微不注意，最后还是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疏忽了，我去厨房煮点生姜水给秦风解酒，这段时间就拜托你照看一下秦风了。好，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可以的话，我想听听，想知道你现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叶林，头还晕吗？昔日的校花竟然在照顾我，这若是被寝室里那3个儿子知道了，绝对会羡慕爸爸我。怎么了？头疼吗？没事，只是酒精上头了。杰西卡姐姐在煮生姜水，我去看看好了没有。秦风，叶林，我杀人了。叶林，我是个坏人。你听我说，秦风，你听我说，你不是坏人，海盗才是坏人。杀死海盗的你是英雄，你是保护了大家的英雄。我是英雄？对，你是英雄，你是大英雄。好些了吗？啊，叶林，生姜水好了。你们……秦风说要自己一个人静静，我们就先出去吧。可这生姜水呢？叶林的安慰还是很管用的。秦风第2天立即就恢复了精神，将这些天的精神压力全都放下了。太奇怪了，怎么秦风忽然就精神起来了呢？收拾好心情，秦风开始设计起航行的帆船来。期间，秦风抽时间去了趟沼泽，结果2个多月过去，迷雾依然不见踪影。经过一番思考后，秦风决定猎杀泰坦蟒。在经过半个月的搜寻，秦风终于通过沙雕发现了泰坦蟒的踪迹。有了充足的准备，在众族人的配合下，只花费了半小时就将泰坦蟒成功猎杀。之后，众人又来到杰西卡飞机失事处，利用滑轮将飞机给带回了营地。之后，秦风与尼克卡塔几人又前往天坑。乖乖，这完全能称得上奇景了，不愧有天坑之名。
从地图上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就在建筑群前，但这附近却不见任何建筑的影子。现在这戒指更是浮现了指向海面的箭头。你们有谁知道天坑下面有什么东西吗？巫师大人，你要下去吗？我倒是想，但这石壁光滑陡峭，不管是下去还是上来都是大问题。我劝你最好不要下去，下面太危险了。别看表面海水很平静，可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你下去过？部落里所有战士都下去过。这是大地之灵给我们的考验。大地之灵的考验是什么鬼？每一块大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大地之灵。若是一个族群想要在这块大地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派出部落的战士去经受大地之灵的考验，获得大地之灵的认可。当我们踏上这块土地，发现天坑的那一刻，族长就受到大地之灵的召唤，并传达了考核的内容。召唤，我敢肯定，这都是你们的主观意向。为了证明我们族人拥有在荒岛上活下去的勇气和实力，我们需要将族长扔入海底的记号石找到。从入水的那一刻起，在冒头之前，必须找到那块石头才算通过考验。这么做虽然很危险，但我们最终还是完成了考验。我竟无力吐槽。算了，那这天坑下的海底有多深？你们有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建筑？哦，就是奇怪的房子。当时我只顾着寻找记号石，并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我也是。那时参加的还有维鲁、阿鲁巴和波库兄妹。或许回去之后，巫师大人你可以问问他们。看样子只能先回去了。有了第一次穿越沼泽的经验，秦风四人第二天中午就回到了营地。秦风第一时间询问了参与考验的那些族人。特别的建筑吗？我并没有看到。不过天坑下的环境倒是有些特别。特别？和其他地方相比，天坑下很干净，几乎看不到什么水草。对了，天坑下还有一个更深的黑洞。黑洞？一个怎样的黑洞？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洞，深不见底，连阳光都无法射入。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先是天坑，再是黑洞，戒指又指向天坑底下，果然只能下去一探究竟了。小伙与校花意外流落荒岛，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海难，不曾想却又在岛上遇到了上世纪的空姐，以及100年前的拉达部落。他发现这座岛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都准备好了吗 ？OK 了。注意安全。真羡慕呢，我也好久没有潜水了。在这里看看风景也不错呀，置身于这天坑当中，总给人一种世界中心就在这里的感觉呢。秦风三人跳入水后没一会就到了水底，就这时戒指再次出现了箭头指示方向，随着箭头所指方向，秦风很快就在水底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怕不是直通地狱吧？根本看不见底。见戒指指着黑洞下面，秦风毫不犹豫地朝黑洞游了下去。随着不断下潜，秦风突然双眼瞪大，只见他眼前蓦然出现了一片建筑群。这就是地图上所显示的建筑群。这难道是水中之灵居住的地方吗？奇怪了，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靠近这建筑群后，身上的压力就小了很多。看样子这就是目的地了，只是这大门紧闭，看样子进不去啊。这是什么鬼？秦风在大门前思考片刻，考虑到这建筑看起来很大，带着的氧气瓶估计不够用，于是招呼两人先返回再说。而此时建筑内某处，一个男人看着屏幕里的三人往回游。搞什么？都到这了，门也打开了，竟然就这么溜了。现在的人类还有没有点探索精神？给我进来！下一瞬间，从那建筑内突然涌起一股巨大的吸力，将秦风三人吸入了建筑内部。巫师大人，你没事吧？没事。话说，我们现在是在哪里？我们浮到海面上了吗？不对，这白云和天空都是假的，类似于电子屏幕显示的影像。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建筑里面了。这也太神奇了吧！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想要原路游回去是不可能了。不过好在戒指还有指引，只能跟着指引走了。注意都把氧气瓶的阀门拧紧，也许回去的时候还用得上。我勒个去，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想到水族实验室里的鲨鱼还活着，难道是实验成功了？防御系统受损，只能看这三人的造化了。秦风见到有鲨鱼追来，立即让他们抱住氧气瓶，将氧气瓶的阀门开到最大。在氧气瓶的帮助下，三人成功逃进了一扇铁门里面。走吧，虽然鲨鱼没了，但我们还得想办法才行。在水里泡了许久，秦风几人身子开始变得有些冰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秦风几人将周围的漂浮物堆到一起，打算做成一张简易木筏。花费了半个多小时，三人终于制作成功。随即按照戒指的指引，三人继续深入。可划了没多久，戒指又闪烁起一道光芒，紧接着秦风三人所在的竹筏竟被一股神秘力量拖了起来，飞起来了。巫师大人，这是你的什么新巫术吗？下一秒，竹筏就像箭一般向前飞了出去。仅是片刻功夫，三人就飞进了一个门内。戒指碎了，戒指里的能量用光了，当然就碎了。
敌人，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竟然没有察觉。我刚才果然没有看错，真的有人。坐，赶紧的，别浪费时间了，剩余的能源不多了。粒子重组，还杵着干吗？坐啊！忘了还有2个外国友人。现在能够听懂了吧？还愣着干什么？快拿出记录仪、摄像机之类的东西，准备做记录啊！你们可别告诉我什么都没带。不是没带，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是遇到了暴风雨，无意中流落到这个岛上的，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能找到这里，也是因为得到了戒指的指引。那个，你没事吧？可以的话，我想问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闭嘴，自己看。我现在没心情回答你的问题。这是黑白电视。录播时间：新纪元336年太阳26日。录播地点：宝岛2号五方实验室麒麟馆。录播人：五方实验副所长于正峰。下面开始正式录播。这么大的人是怎么钻进这盒子里的？也不知道看到这记录的人是未来客还是过去者，但我想你们肯定很好奇，此时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得从地球达到1级文明后开始说起。在地球达到1级文明后，地球上的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但能源匮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56年后，在地球科技朝着2级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地球再一次遭遇能源危机，所以我们才开设了这个实验室。这岛本身就是人造的，是按照宝岛的轮廓建造了这个宝岛2号。这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项目是科学界永恒的命题——时间。通过录屏，秦风终于了解到了关于这个岛的信息。因为实验事故而引发了时空风暴，宝岛2号会不规律地现身于不同时空的不同地方，就诸如那消失于百慕大三角的游轮会突然在太平洋出现一样。秦风这才明白岛上为什么会有不同时代的人。而这座实验室的2个负责人为了存活下去，将他们的意识上传到了云端设备。突然，于正风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即调出一个虚拟键盘，就是一顿操作。紧接着，另一个人物出现在秦风几人眼前。你之前说你是遭遇暴风雨后才来到宝岛2号的，对吧？是的，而他们2个是在暴风雨中，整个部落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了荒岛上。这并不奇怪。宝岛2号在时空夹缝中很不稳定，会不时出现在不同的时空和地点。那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别做梦了。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并不代表你们就完全不能回去。小子，你知道的太多了。我操，完了。不过我们没有办法，并不代表你们就完全不能回去。接着，这戒指里储存着整个五方实验室的数据资料，而这就是你们返回原来时空的钥匙。我们这个项目组成立的时候，归于整个家园计划之下，而同期的项目组中有个名为生物圈3号的项目。关于那个项目的研究内容，我想从名字上，你应该能大致猜到一些吧。听到生物圈3号这个名字，秦风立即想到初中课本上有一篇名为生物圈2号的介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生物圈3号应该是生物圈2号的延续或者进阶吧。虽然形容的不甚恰当，但按你的理解倒也没错。家园计划是为人类寻求延续而成立的，里面的所有项目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我们的宝岛2号就是为生物圈3号服务。你是想说生物圈3号和宝岛2号一样，也处于这个时空狭缝里？聪明，生物圈3号那边建立有和宝岛2号一样的实验室，我们这边负责产出研究成果，而那边则负责将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实践。就好比我们是原材料的原产地，而生物圈3号就是负责加工出货的工厂，原材料都出了问题，那边自然不能幸免了。这家伙是在幸灾乐祸吗？别听他瞎说，生物圈3号那边的实验设备比宝岛2号的更强大、更完备，就算有所损坏，也不会像这边这么严重。也就是说，是有机会以这次事故的数据逆向计算出返回原时空的大门的。至于找到生物圈3号的办法，这枚戒指会给你指引。终于看到希望了。戒指的指引，两位不和我们一起走吗？我们倒是想，但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现在的身体完全是由数据构成，已经和这实验室融为了一体，根本没办法离开。二位把这么珍贵的实验数据交给我，就不怕我用来谋求私利？如果你有这本事，你就拿去谋私利好了。只要能推动文明的进程，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那都是值得的。行了，数据已经交给你了，赶紧离开吧，免得死在这里。什么？
那次事故发生后，实验室里储存的能量几乎宣泄一空。我和老张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实验室扭转至待机的状态，直到你们到来，才重新开始运转。大概再过1个小时，实验室的能量就会枯竭，届时实验室崩塌，我们2人也会随之消散。1个小时？淡定，1个小时足够了。有这个救生舱，不到半分钟就能离开。这玩意稀奇古怪的，根本不像救生舱，不会躺进去之后，我们的身体就会被这2个老家伙夺舍吧？小子，你知道的太多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他小子一脸的不相信，我看着就来气。不过有警惕心也是好事，能活得久些。这么说吧，有着绝对权限的我们，在这麒麟馆就是主宰。要是想对你们不利，早就动手，哪里用得着使什么小手段？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还有什么事情？2位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你能找到生物圈3号，把实验相关的数据带出去，就是对我们2人最大的帮助了。比起这个，你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没有就赶紧走，别啥事都掐着点。问题就没有了，就是2位能不能给点资助，比如说什么高科技枪炮之类的，拿来防身。如果能再给艘可以远航的船就更好了，不然凭我们3人之力想离开岛屿，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3个人，你别告诉我，我在宝岛2号检测到的几10个生命迹象都是猿猴吧？啊，被识破了。这些你就别想了。5方实验室里的东西，在经过那次事故之后，早就分崩离析了。现在之所以还能运行，全然靠着实验室的残余能量在维持。等能量枯竭，所有的一切就会化成尘埃。实际上，我给你的戒指也是，不过它的体积相对较小，里面的能量足以让它维持100年而不损坏。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宝岛2号和5方实验基地一样，也需要能量来维持。不出意外的话，5方实验室消失之后，宝岛2号也会逐渐崩坏。根据我的计算，这个崩坏过程大概会持续2年，总共分为3个阶段。初期，沼泽的迷雾会逐渐消失；中期，休眠火山会逐渐苏醒；等到了后期，火山爆发，届时整个宝岛2号将会被岩浆所覆盖，直至沉没。所以你们得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之前，想办法造好船离开这里。我明白了，白雾消失是在4个月前，眼下只剩下1年多的时间，得抓紧了。那2位前辈，我们走了。走，赶紧走，别耽误我吃粉。希望没找错人，也没其他人选了。不过这娃倒是挺有礼貌的。巫师大人，卡塔拉格纳，你们下去这么久，我们还以为遇到什么不测，正想派人下去查看呢。快，所有人立即上岸。什么？你们下去这么久，这海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看都快超过20分钟了，正想派人下去找你们。20分钟？对呀，有什么问题吗？没，看来5方实验室里时间的流速和外界并不相同。我们3人进去了那么久，外界过了不到20分钟。走吧，我们现在的时间是真的不多了。回到营地后，秦风将了解的事简单的说了下。对于一些事情，拉达族人并不理解，不过他们却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在1年之内必须建造大船离开这里。第2天，秦风就带领众人开始收集建造航船的木材，所有人都被分配了工作，一个个马力全开，忙活了起来。半年后的某个夜晚，白眼带着狼群突然来到秦风所在营地，通过憨皮的传达，秦风了解到关键信息：在震动，很热。震动，很热。难道说？族长，你和维鲁还有阿鲁巴立刻带领部落里的老人和孩子带上火把，先往海边赶。卡塔，你和波库玛兄妹带领一部分族人去厨房拿上尽可能多的食物和水，剩下的人马上去拿上足够多的毛巾和毯子。火山就要爆发了，大家快！你们没事吧？没事。连在这里都受到了火山灰的影响，估计整个岛屿都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荒岛不会整个被岩浆吞没吧？应该不至于，目测这次火山喷发的规模不算太大。不管怎样，我们只剩半年时间，得抓紧收尾了。第2天，秦风等人回到营地，然后继续开始修建航船。再这样下去，我的双手要废掉了。溜了。对了，他好像还没有名字吧？你有什么好想法吗？你们醒了，猛龙号或者蛟龙号？感觉有点普通。黎明破晓叫破晓号，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年过后的几天时间里，秦风他们没有再继续繁忙，而是好好的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所有准备都已妥当，只要等到一个适合出航的天气即可。秦风也通过憨皮将荒岛要毁灭的消息传递给了白眼，白眼决定带着族群乘破晓号离开这里。
夜空繁星闪烁，只有几缕流云。明天应该是明媚的大风天。在看什么呢？闲着无事，看看有关宝岛2号的资料。那有什么收获吗？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这个是实验日志。对，这是于峰正和杨学林2人在上传意识前留下的对时空裂缝的猜想。看样子，我们在来到这里之前所遇到的暴风雨，就是这所谓的时空雷云了。还有关于我的伤势恢复速度快的超乎常理的原因，这里也给出了答案。看样子，你们之前遇到的椰子蟹就是因此而改变了习性。还有沙雕和小白，毕竟它们的体型已经超出了金雕这物种的极限。这样很多问题都说得清了。拉达族人的身体素质强于常人，应该也是受到了能量的影响。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 buff 在离开岛屿后是否还存在？这个只有等离开后才能知道了。秦风明天出发的消息我已经通知下去了，不过族人并没有预想中的兴奋，反而显得有点惆怅，突然有点舍不得呢。明明之前那么想离开这里，大概很多族人都有这种想法吧。真的要走了呢？卡塔你怎么了？眼睛红红的，进沙子了。扬帆起航。2年了，从等待救援到自力更生，现在真的要离开荒岛，还真有点不舍呢。现在就说离开还太早，我们可还有最后一关要过呢。巫神大人一定会庇佑我们的。放心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家好好准备一下，招待我们即将上门的朋友。是。船离岛没多久，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并下起了大雨，而不远处则出现了一大片雷云。这一幕让我联想起了海难发生的那一天。这就是时空雷云吧？只有闯过这里，我们才算是真正离开宝岛2号。所有人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们冲过去。在秦风等人指挥下，所有族人终于成功穿过了雷云层。所谓暴风雨过后就是晴天，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天气出奇的好，破晓号一帆风顺。这就是生物圈3号的全息地图，感觉比宝岛2号的要粗略不少呢。根据戒指里的资料所述，生物圈3号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一块大陆，上面包含了世界上的各种气候和地形。Unbelievable， 竟然建造了一块人工大陆，还包含了各种气候和地形，这怎么做到的？而且这全息地图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只要进一步点击，就能调出对应区域的详细地图。这是一块平原，每个区域的前缀都标注出了该区域的气候和主要地形特征。没错，正是如此。巫使大人，外面起了好多雾。明明刚才还天气晴朗，怎么突然间就大雾弥漫了？大海上的天气本就喜怒无常，前一秒朗朗晴空，下一秒狂风暴雨也很是常见。不过海雾一般都是在沿海地区4月到7月的春夏交替之际出现，我们现在在深海，这么大的雾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雾不会影响我们的航行吧？根据统计，海上碰撞事故确实有80%是因为海雾而产生的。不过在这个事件里，倒不用担心遇到其他船只，以防万一，点上雾灯慢点开，应该没事。秦风让瞭望塔上的波库马点上雾灯后，便让大家先回船舱，等雾散了再出来。等秦风回到船舱，发现杰西卡正给拉达族人讲着幽灵船的故事。正说着，尼克突然好奇地指向窗户外。女巫大人，你说过海面上出现大雾的时候，黄色的光就代表着船的位置，对吧？是的。尼克，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那里有黄色的光。要来了，要来了！骷髅海盗出现了！喂，这应该只是一个巧合。会不会是被卷入这个世界的其他航船，就像维京海盗他们一样？卡塔，你们几个拿起武器和我一起出去看看，其他人待在驾驶室里，不要乱跑。波库马，先打2声短铃打个招呼，看看是否有回应。女巫大人，对面没有任何回应，那就打5声短铃表示警告。不行，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完了，肯定是幽灵船。对方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没办法和对方取得联系，或许并不是航船，暂时先避开吧。没道理啊，从眼下的距离来看，对方应该能听到铃声才对，难道真的不是航船？以防万一，还是得做好应对准备才行。武器满弓，希望只是虚惊一场。巫使大人，出现了，是幽灵船。戒备。船只，没想到真的是船只。秦风，要再次尝试沟通吗？我们前后2次发送信号，对方都没有回应，显示不想交流。我们走我们的，要是情况不对，就立即开启鸣鸾开溜。如此悄咪咪的靠近，也不知道是敌是友。是敌人。